勒布莱恩在摇篮中醒来，发出含糊的呻吟。他猛地坐起身，动了动脚趾。这里的一切都如此熟悉，一种难以置信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看向镜子中的自己，眼中满是震惊。我又回来了，一切都始于一个预言。在2月29日出生并拥有神圣力量的孩子将会拯救世界。为了遵循预言，帝国与圣教团开始四处寻找被神选中的孩子。他们走过大街小巷，搜寻着每一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人高声宣布：“就是这个孩子，那个在2月29日出生并拥有神圣力量的孩子，就是我。”皇室将我送往贵族家庭收养，由圣教团负责监督我的教育。我开始学习各种知识，在导师的指引下练习书写。但这一切只是开始。一名祭司站在法阵旁，神圣力量有变化吗？勒布莱恩站在法阵中央，没有任何变化。祭司们失望地转身离开。收养我的贵族夫妇也掩面叹息，直到最后，我都没能显现出神的铭文。我跪在地上，痛苦地捂住双耳，周围满是指责与唾弃。当圣教团和皇室彻底放弃我，将我推向那些贪婪的人手中时，真正的命运之子出现了。原来我只是个冒牌货，我被指控欺骗了皇室与圣教团，遭到了世人的唾弃与审判，最终作为封印邪神的祭品死去了。然而，当我再次睁开眼，时间回溯到了我4岁的时候。起初我很开心，我向神祈祷，谢谢您，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但我失败了，我再次死去，又一次回到了4岁。勒布莱恩坐在摇篮里，绝望地捂住双眼，放声大哭。这已经是我第4次的人生了，我已经记住了所有的恶棍。皇太后很快就会过来。皇太后手中拿着几份资料，勒布莱恩该选一位父亲来收养你了。皇太后让我选择父亲的那一天，就是我每次回归的起点。第一位是阿米蒂埃公爵，他是守护帝国秩序的正义冠军，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第2位是瓦卢瓦公爵，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家族中曾出过上千名学者。最后一位是都伯雷德公爵，他是恶棍中的恶棍，拥有压倒性的武力和巨大的财富。在我的第一人生中，我选择了阿米蒂埃公爵。正如传闻所言，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仁慈之人，能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曾感到无比幸福。勒布莱恩拿着亲手制作的卡片，上面写着对父亲的感谢。他满心欢喜地等在走廊。作为一个孤儿，我当时觉得只要能拥有父亲就足够了。阿米蒂埃公爵从远处走来，正与随从交谈。勒布莱恩快步迎上前，想要将手中的卡片递给他。然而阿米蒂埃公爵没有停下脚步，他径直从勒布莱恩身边走过，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勒布莱恩呆立在原地，我依然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墙。父亲大概是很忙吧。直到米娜出现，米娜跑向阿米蒂埃公爵，公爵大人，我真的很崇拜您。阿米蒂埃公爵停下脚步，注视着眼前的少女，因为米娜长得太像他死去的初恋，他收养了米娜，让她成为了新的女儿。他们2人变得非常亲近。米娜挽着阿米蒂埃公爵的手臂，我想快点长大，成为让父亲骄傲的女儿。勒布莱恩站在阴影中，看着他们亲密的背影，我彻底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被所有人厌恶的累赘。勒布莱恩抓着铁栏杆大喊：“那不是真的，我没有给米娜下毒。”在有人指控我毒害米娜后，我的父亲抛弃了我。阿米蒂埃公爵俯视着勒布莱恩：“你以为我会相信吗？你简直禽兽不如！如果你真的感到愧疚，就去自首吧。”勒布莱恩颤抖着抬起头，望向那个曾经被他视为依靠的男人。父亲。阿米蒂埃公爵转过身，声音冰冷而决绝：“为了米娜，也为了这个世界，去献祭你自己吧。”就这样，我迎来了第1次死亡，那真是一段垃圾般的人生。在第2次的人生中，我选择了投靠反派。瓦卢瓦公爵站在华丽的宅邸中，过来勒布莱恩，他身旁站着优雅的夫人和2个孩子，全家人都带着温和的笑容，那笑容看起来充满了慈爱，简直无懈可击。瓦卢瓦公爵愤怒地挥动鞭子，抽打声在房间里回荡。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无法解读神语？瓦卢瓦夫人冷漠地看着这一切，把他带走。瓦卢瓦公爵一拳挥下，你这个完全没用的废物！勒布莱恩倒在地上，意识逐渐模糊，他迎来了第2次死亡。在我的第3人生中，我尝试过逃跑。勒布莱恩在漫天大雪中艰难爬行，寒风无情地吹袭着他单薄的身体。凭借这副弱小的躯体，我根本无处可逃。最终，我冻死在了路边。现在，我迎来了第4次人生。勒布莱恩坐在皇太后怀中，盯着手中的名单，陷入沉思。我不能再去阿米蒂埃公爵那里，也不能再去瓦卢瓦公爵那里，逃跑也行不通。他猛地伸出手，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皇太后和女仆们都愣住了，他们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发出一声惊呼。勒布莱恩咬着手指，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既然无论如何都要被领养，那就选那个最可怕的恶棍吧。都伯雷德公爵西奥多，他拥有帝国最庞大的财富，也被世人称为最邪恶的混棍。一名随从神色慌张地汇报：“公爵大人，皇太后发来请求，希望您能收养这个孩子。”都伯雷德公爵微微侧过头，眼神中透着冰冷的寒意。那个老太婆终于疯了，她没有任何犹豫，冷冷地命令道：“把她送回去。”勒布莱恩站在随从身后，抬头注视着那个高大的背影。这就是都伯雷德公爵西奥多，他的容貌极其出众，甚至让人感到一种压迫感。勒布莱恩举起一个100分的牌子，在心里感叹道：“真是魅力惊人。”随从劝说：“公爵大人，这或许是个在各派系之间安插钉子的好机会，而且直接拒绝皇太后的请求，恐怕也不是明智之举。”勒布莱恩露出一副胆怯的模样。我好害怕，听说公爵夫人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根据我前几世的经验，无论是圣教团还是皇太后，都没能从这个男人身上讨到任何便宜。这是一个拥有无尽财富的家族，我必须在这里生存下去。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根本没有人会关注我。只要留在这里，
我就可以靠着花钱活下去。勒布莱恩戴着墨镜，拎着装满钞票的皮箱，在月下奔跑。再见了，帝国！我要去远走高飞了。我真正的目标是过上好日子。勒布莱恩躺在沙滩椅上，手里端着果汁，身旁摆满了精致的甜点。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过上好日子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如果想要过上好日子并积累财富，我就必须紧紧抱住都伯雷德公爵的大腿。勒布莱恩握紧双拳，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神情严肃地宣布道：“12月7日是缴纳民税的日子，感谢这份免税的遗产。”随从愣在原地。你说什么？勒布莱恩一脸惊慌，由于发育迟缓，我的发音还带着些含糊不清。糟糕，我该怎么办？都伯雷德公爵将他拎了起来。12月7日有免税遗产，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事的？勒布莱恩伸出一根手指抵在唇边，故作神秘地说道：“这是秘密。”他注视着都伯雷德公爵，求你了，别再说话了，我会很有用的。公爵大人，请领养我吧。都伯雷德公爵站在华丽的大厅内，低头看向身旁的下属，账目整理的怎么样了？下属显得有些迟疑，这些话是从一个4岁孩子嘴里说出来的，您真的相信吗？勒布莱恩心里很清楚，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贪污就随意更改税率，这种规模的变动根本不合逻辑。如果真的存在贪污，只要追缴欠税就足够了，没必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都伯雷德公爵家族将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那笔数额足以让任何一位公爵动心。都伯雷德公爵语气冰冷地问道：“你觉得一个4岁的孩子会知道突击税务审计这种词吗？”下属猛地一颤，低下头恭敬地说道：“我马上就去核实。”勒布莱恩仰起头，不安地注视着这位威严的公爵，这究竟是奏效了还是没有？都伯雷德公爵坐在华丽的扶手椅上，神情冷淡地说道：“我闻到了一股瘦弱病猫的味道。”一旁的侍从说道：“我会去安排小姐洗澡。”勒布莱恩心中充满了不安，难道他们打算把我洗干净后再把我送回去吗？难道我提供的情报没有起作用吗？他越想越慌张，突然迈开小短腿，飞快地跑了起来。侍从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惊呼出声。都伯雷德公爵微微侧过头，勒布莱恩死死抱住都伯雷德公爵的大腿。都伯雷德公爵低下头，眼神中透着一丝阴沉。他将勒布莱恩提起：“你在干什么？”勒布莱恩抬起头，张开双臂撒娇：“请抱抱我。”都伯雷德公爵皱起眉头，显得有些不耐烦：“别这么大惊小怪。”勒布莱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想再死一次了，也不想再经历众生，我会吃得很省的，再也不会有想被爱这种奢侈的想法了。他紧紧搂住都伯雷德公爵的脖子，所以请让我留在这里吧，我喜欢公爵大人。都伯雷德公爵愣住了，他单手托住勒布莱恩，任由他贴在自己身上。勒布莱恩心里冷静地盘算，只要能留在这个帝国最强大的家族，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维格泽特拉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领土，而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巅峰，站着几个足以左右局势的势力，其中最令人畏惧的便是都伯雷德公爵家族。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版图中，首先是作为国教的内里亚德，教徒们身披长袍，在神圣的旗帜下虔诚祈祷，掌控着民众的信仰与精神世界。紧随其后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室，皇室成员们身着华服，端坐在象征权力的宝座之上，俯瞰着整片疆土。而在这些势力之下，便是支撑起帝国脊梁的5大公爵家族，他们各据一方，拥有着足以撼动国本的财富与兵力，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3足鼎立的权力结构，在我15岁那年发生了巨变。都伯雷德公爵手持长剑，在血色与硝烟中步步前行，他以绝对的武力与铁血手腕，将原本并立的5大公爵家族逐一击垮。最终，所有的权力都汇聚到了一个支点，都伯雷德公爵家族成为了帝国唯一的权力支柱。而我勒布莱恩现在正以客人的身份留在这个令人敬畏的家族中。勒布莱恩揉了揉眼睛，暗自庆幸没有被赶出去，虽然只是暂时的，但他们确实允许我留在城堡里了。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所以我必须继续行动。一名年轻的家臣皱起眉头，神情严肃地问道：“你说的那个戴帽子的叔叔到底是什么意思？”勒布莱恩张开双臂比划着：“就在那个古老的奥利哈冈平原上呀。”家臣们面面相觑，大厅里的气氛陷入了一阵诡异的沉默。他们随即露出赞叹的表情，纷纷竖起大拇指，笑得合不拢嘴。勒布莱恩悄悄松了一口气，这些家伙竟然一直利用神殿和皇室的情报来抵扣租金。家臣弯下腰，满脸赞叹地看着勒布莱恩，真是了不起，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勒布莱恩乖巧地坐着，心里却在暗自嘀咕，反正这些情报我也带不走，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快乐。2名家臣凑在一起小声议论，不愧是命运之子。另一人连连点头附和，确实如此。勒布莱恩沉思着，其实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回归前的记忆确实是强大的武器，但这种力量也有局限性。用这具幼小的身体维持成年人的思考非常吃力，或许是因为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只要感到疲倦，我就会变回真正的孩子。在精力充沛的时候，我还能保持冷静和理智，可一旦肚子饿了或者感到劳累，我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家臣微笑着伸出手，你真是太了不起了。勒布莱恩猛地一颤，下意识地缩回身子，眼中满是惊恐。家臣有些尴尬地收回手，看来这位小姐在陌生人面前相当害羞呢。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不过他对公爵大人倒是很亲近，真是令人惊讶。只有坐在公爵大人腿上的时候，他才愿意开口谈论神殿和皇室的事情。
勒布莱恩靠在都伯雷德公爵怀里，心中默默想着：我并不是故意的，只是那些被虐待的记忆让我本能的害怕成年男性。但奇怪的是，待在都伯雷德公爵身边时，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都伯雷德公爵语气平淡的说道：坐好。勒布莱恩乖巧的应了一声：好的。夕阳余晖洒在宏伟的城堡尖顶上，大厅内的气氛变得轻松了许多。一名家臣递上一颗粉色包装的糖果，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情报。勒布莱恩眼睛一亮，哇，是糖果！家臣们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勒布莱恩笨拙地撕扯着糖纸，心里却在犯愁，这个包装好难打开啊！就在他努力摆弄糖果时，一只修长的手伸了过来，轻而易举地拿走了那颗糖。勒布莱恩愣住了，他瞪大了眼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堂堂公爵竟然抢小孩子的糖果吃，这简直太邪恶了。都伯雷德公爵将包好的糖果塞进他嘴里，如果到了帝都，我也给你糖果，你还会像这样把家里的事情都告诉我吗？勒布莱恩用力摇了摇头，果断地回答道：不会。都伯雷德公爵微微眯起眼睛，为什么？勒布莱恩扬起脸，一脸认真地说道：因为我是站在公爵大人这一边的。都伯雷德公爵的嘴角勾起一抹极浅的弧度。勒布莱恩惊讶地看着，公爵大人是在笑吗？都伯雷德公爵收敛了神情，对莉亚吩咐道：带这位小姐下去，别让她到处乱跑。莉亚恭敬地回应：是的，我们会护送小姐离开。都伯雷德公爵拎着勒布莱恩的后领，将他提了起来。勒布莱恩在心里暗自嘀咕：果然像他那种冷血的人，怎么可能会笑呢？刚才一定是我的错觉。不过就算是冷血的人也没关系，只要能留在这里就好。女仆们围在勒布莱恩身边，小姐请用。小姐要玩拼图吗？小姐要不要去骑马？勒布莱恩拖着腮，看着眼前的一切，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在都伯雷德公爵城堡生活的这几天里，为了能过上平静的日子，我一直在暗中计划着各种行动。琳达走进房间，勒布莱恩立刻丢下拼图，迈着小碎步跑向他，嘴里喊着：琳达来了。琳达捂嘴笑着：哎呀，见到我这么开心吗？勒布莱恩凑到琳达耳边小声说道：这是一个秘密，我最喜欢琳达了。他看着琳达的反应，心中暗自得意，搞定最有影响力的女仆，任务完成。勒布莱恩伸出小手，将一颗糖果递给达利拉，这颗糖果只给达利拉。达利拉受宠若惊地问道：为什么要把这么珍贵的糖果只给我一个人呢？勒布莱恩竖起食指底在唇边，这是一个秘密，我最喜欢达利拉姐姐了。达利拉紧紧捂住胸口，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勒布莱恩在心中暗自盘算，收服临时管理员任务完成。他跑向失魂落魄的艾米，伸出小手拽住她的裙角。姐姐受伤的话，我会很难过的。这是一个秘密，我最喜欢艾米姐姐了。艾米捧着脸颊，发出了感动的惊呼。勒布莱恩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收服日常记录员任务完成。女仆们围在勒布莱恩身边，兴奋地欢呼着：小姐真是太可爱了。勒布莱恩俏皮地眨了眨眼，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他露出一抹狡黠的微笑，即便家主像以前在瓦卢瓦家时那样讨厌我，这些女仆也会成为我的助力。莉亚微笑着走上前，来吧，小姐，该去午睡了。勒布莱恩看着莉亚，心中感到一阵暖意。在所有女仆中，莉亚是最特别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几个仆人正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为什么要带一个传闻中是假货的孩子回城堡？就是说啊，听说他的神圣力量低得离谱。勒布莱恩听着那些刺耳的议论，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住。莉亚猛地冲了过去，愤怒地呵斥道：你们能不能闭嘴？在背后议论一个孩子，难道不觉得羞愧吗？他一把将年幼的勒布莱恩抱进怀里，紧紧地护着他。勒布莱恩靠在莉亚怀中，仰头看着她坚定的脸庞，心中默默想着：莉亚真的很善良，即便我什么都不做，她也会这样温柔地保护我。莉亚为勒布莱恩盖好被子，微笑着轻声说道：祝你有个好梦，小姐。勒布莱恩乖巧地应了一声，闭上眼睛，感受着被窝里的暖意。这就是拥有母亲的感觉吗？夜幕降临，繁星点缀在都伯雷德公爵城堡的上空，整座建筑沉浸在静谧的蓝色月光中。勒布莱恩突然睁开眼睛，肚子里传来一阵清晰的咕噜声。他揉着干瘪的小肚子，一脸愁容地坐了起来。这下糟了，肚子饿的根本没办法维持成年人的思考。白天的时候，莉亚和女仆们围在床边，焦急地看着熟睡的勒布莱恩。小姐一直不醒，我们要不要叫醒她，还是让她继续睡呢？勒布莱恩吧唧着嘴，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旦精神退化，我就变成了一个只会惹麻烦的小鬼。深夜的走廊里，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勒布莱恩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我想吃东西。他光着脚在空旷的走廊里奔跑，虽然理智告诉我不该在深夜乱跑，但身体却完全被本能支配了。勒布莱恩迈着短小的步子在走廊里奔跑，瓦卢瓦公爵领地的记忆涌上心头。在被关禁阁楼好几天后，勒布莱恩赤着脚，轻手轻脚地走在冰冷的地板上。这样下去不行的，我好饿。他躲在暗处，抓起盘子里的食物，拼命往嘴里塞。一名女仆突然出现在身后，双手叉腰，大声呵斥：“你肚子里是住了个乞丐吗？”勒布莱恩被吓了一跳，那些关于饥饿与死亡的记忆挥之不去。勒布莱恩蜷缩在墙角，看着路过的妇人牵着孩子：“好吃吗？”孩子幸福地回应道：“好吃。”勒布莱恩无力地倒在地上，缩成了一团。勒布莱恩走进一个房间，一眼就看到了桌上放着的面包，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快步跑过去，将面包紧紧抱在怀里。找到了，他急匆匆地往回跑，我要回到房间里慢慢享用。突然，他撞上了一堵坚硬的肉墙，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跌坐。都伯雷德公爵静静地俯视着他，眼神冰冷且毫无波澜。勒布莱恩彻底僵住了，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是公爵，他立刻趴在地上，身体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脑海中响起因为偷面包而被处决的故事。
断头台的幻象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勒布莱恩吓得魂飞魄散，死定了，我真的要死掉了。都伯雷德公爵俯下身，他冷冷地问道：“你在我的城堡里做什么？是因为你是间谍吗？”勒布莱恩猛地摇头。都伯雷德公爵追问：“你是命运之子吗？”勒布莱恩紧闭着眼：“是的。”都伯雷德公爵用指尖抵住下巴，眼神中透出毫不掩饰的厌恶。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尤其是那些装作纯洁无辜，却在我面前满口谎言的人。他微微眯起眼，语气愈发冰冷：“该怎么处理这种小老鼠呢？”勒布莱恩猛地抬起头，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对不起，我错了。”都伯雷德公爵皱起眉头：“你刚才偷了什么？”勒布莱恩抽泣着，身体缩成一团：“我偷了。”都伯雷德公爵猜测：“钱财。”勒布莱恩拼命摇头。都伯雷德公爵再次猜测：“神圣遗物。”勒布莱恩依旧疯狂摇头，泪珠随着动作四处飞溅。都伯雷德公爵的脸色沉了下来，声音低沉而危险：“难道是军事机密？”勒布莱恩被吓得几乎要晕过去，他一边哭一边拼命摇头。都伯雷德公爵彻底失去了耐心，发出一声如雷鸣般的怒吼：“快说！”勒布莱恩紧闭着双眼，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是面包！”空气瞬间凝固了。都伯雷德公爵愣在原地。宅邸华丽的会客厅内，几名女仆整齐地站成一排。勒布莱恩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大口啃着面包。都伯雷德公爵坐在一旁，单手撑着脸颊。利亚向都伯雷德公爵解释，因为他睡得太早了，没能吃上晚饭。都伯雷德公爵说道，所以他才捡起了佣人们扔掉的面包。女仆们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整个房间被一种沉闷而压抑的气氛笼罩。都伯雷德公爵缓缓伸出手，朝着勒布莱恩的方向探去。勒布莱恩猛地一颤，恐惧再次占据了大脑，他猛地扑向利亚，死死抱住对方，不肯撒手。都伯雷德公爵的手僵在半空，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为什么这孩子不与我亲近？管家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开口，我想是因为他被训斥后感到害怕了，所以才下意识地寻找依靠。勒布莱恩死死抱住利亚，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并不是因为讨厌公爵，而是刚才那一刻，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没命了。利亚看向都伯雷德公爵，这孩子必须吃完他的饭，所以我现在要带他离开了。管家和女仆们全都惊呆了，他们张大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都伯雷德公爵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然而他只是微微垂下眼帘，低声回应道：“好吧。”得到许可的女仆们如获大赦，他们立刻簇拥着勒布莱恩，飞快地逃离了那个压抑的房间，动作整齐划一。勒布莱恩缓过神来，心中涌起一股酸涩，他低着头，双手不安地搅在一起。“对不起，我总是觉得肚子饿。”利亚走上前：“不要说这种话，小孩子就是要多吃多睡才行。”勒布莱恩靠在利亚肩头，眼眶里转动着泪水。“我想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利亚。”几天后，偷面包的风波渐渐平息，清晨的阳光洒在宏伟的城堡上，鸟鸣声清脆悦耳。勒布莱恩走在长廊上，沿途遇到的女仆们纷纷停下手头的工作，微笑着向他打招呼：“早上好，小姐。”勒布莱恩挥动着小手：“早上好。”女仆们忍不住凑在一起感叹：“真是太可爱了。”走廊的另一端，都伯雷德公爵正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勒布莱恩侧过身：“如果我在这里乱晃，会不会被赶出去？我要去学习了。”都伯雷德公爵开口：“等一下。”勒布莱恩猛地僵住。“是的。”侍从凑近公爵耳边，低声建议：“公爵大人，试着温柔地叫一下他的名字吧。”勒布莱恩嘟起嘴：“不可能的，公爵大人肯定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都伯雷德公爵命令道：“跟我来。”勒布莱恩愣了一下，侍从走上前，轻轻推着他的后背：“走吧，小姐。”都伯雷德公爵站在一扇华丽的大门：“我要把这个送给你。”勒布莱恩呆立在原地：“什么？”都伯雷德公爵神情冷峻：“他怎么了？”侍从回应道：“他一定还在害怕。”都伯雷德公爵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他缓缓开口：“勒布莱恩。”勒布莱恩抬起头，他知道我的名字。都伯雷德公爵侧过身，向勒布莱恩展示手中的糖果，那边还有很多这种东西。勒布莱恩瞪大了眼睛，视线完全被吸引，原本紧绷的神情瞬间瓦解。然而门后的景象让他彻底呆住，无数的饼干、糖果和甜点堆积如山，几乎填满了整个房间。勒布莱恩发出一声惊叹，他飞快地冲进房间，一头扎进那堆甜食之中。他抓起饼干大口咀嚼起来，刚才的惊恐与不安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满脸的满足。这里简直像童话世界一样，一个人吃掉这些太不公平了。他抓起一颗饼干，递向都伯雷德公爵。都伯雷德公爵仔细端详着他：“你看起来很奇怪。”勒布莱恩满脸疑惑。都伯雷德公爵伸手捏住他的脸颊：“你的脸颊看起来快要炸开了，你是松鼠吗？”勒布莱恩皱起眉头：“既然你是这家的主人，我就先忍了。”他换上一副灿烂的笑容，张开双臂扑向都伯雷德公爵：“谢谢公爵大人的糖果。”都伯雷德公爵的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在那场甜点风波之后，日子确实平静了一段时间。勒布莱恩在公爵府里过得还算自在，女仆们围着他忙前忙后，为他打理一切。唯一的意外大概就是他偶尔会控制不住对甜食的渴望。勒布莱恩正躲在角落里偷偷吃糖，利亚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小姐，如果您在刷牙后还吃这么多糖，牙齿会坏掉的。”勒布莱恩吓得缩起肩膀，偷吃糖果被抓了个正着，只能乖乖听训。一位家臣送来一个大象玩偶，这是给您的礼物。勒布莱恩背着书包跑向女仆，兴奋地炫耀道：“这是爷爷送给我的。”女仆们笑着围拢过来，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欢快的笑声。勒布莱恩心里盘算着，逃跑的时候正好背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勒布莱恩任由女仆们摆弄，为什么今天要把我打扮得这么隆重？利亚温柔地笑着：“今天您要背，正式介绍给领地内的家臣们了。”
女仆们围在一起，会有很多人到场。要是大家都被小姐的可爱迷晕了，怎么办？公爵大人还计划资助一个孩子，所以小姐今天或许能交到新朋友。勒布莱恩疑惑地重复道：“资助？所谓的资助系统，名义上是贵族家庭传统的社会贡献项目，但实际上这已经演变成了各大家族挖掘并招揽人才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贵族们可以从小培养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将他们打造成家族所期望的理想人才。被资助的孩子会获得全方位的支持，从基于庞大数据积累的系统化教育，到融入赞助家族所建立的社交圈，以及巨额的资金援助。正因如此，赞助家族的权势越盛，这种资助名额就越令世人趋之若鹜。如今，甚至连没落贵族的子女也渴望得到大贵族的青睐。”勒布莱恩思索着，像都伯雷德公爵这样的家族选中的资助对象一定非同寻常。利亚微笑着向勒布莱恩伸出手：“我们出发吧。”勒布莱恩牵住利亚的手，心中充满了好奇，到底会是谁呢？前方的大厅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勒布莱恩向前看去，他在那里，马可站在一群贵族中间，熟练地打着招呼。杜博斯子爵、马丁子爵，还有卢克斯男爵。周围的家臣们发出赞叹：“马可少爷真是越来越聪明了，他已经把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住了吗？”勒布莱恩看着这一幕，我也得留下个好印象才行。他提起裙摆，露出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大家好！”在场的家臣们瞬间被击中，天哪，太可爱了！马可转过身来，死死盯着勒布莱恩。勒布莱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那个男孩是马可，他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人之一。当我是瓦鲁瓦公爵的女儿时，曾在学院里学习，那时候马可是学院里的一名教授，他总是带着虚伪的笑容打招呼：“勒布莱恩，瓦鲁瓦小姐，能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在办公室里，他会借着查看成绩的名义不断靠近。这一学期你的成绩非常优秀。勒布莱恩坐在椅子上，身体僵硬，马可的手不安分地搭在他的肩头，那种纠缠简直令人窒息。马可凑到勒布莱恩耳边低语：“只要有我的帮助，一切都会变得更轻松。”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成为瓦鲁瓦公爵的女婿。他的行为举止极其猥琐。勒布莱恩忍无可忍，惊恐地推开了他，并向学院举报了他的恶行。然而马可却反咬一口，将勒布莱恩诬陷为加害者。他当众指着勒布莱恩大喊：“是他勾引我的！”仔细想想吧，如果他真的觉得不舒服，一开始就该举报我了。勒布莱恩孤零零地站在审判席上，四周无数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他。马可变本加厉地指着他吼道：“如果你那么讨厌，为什么不尖叫？”他脸上挂着令人作呕的笑容。归根结底，你肯定也很享受吧？勒布莱恩低着头，因为我太害怕了，恐惧让我的身体彻底僵硬，甚至连尖叫都发不出来。我的抗辩被无情的淹没，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的话。最终我被冠以放荡的罪名，被学院彻底开除。宴会厅内，家臣们围坐在长桌旁，讨论着关于接下来的议程。勒布莱恩死死盯着不远处的马可，愤怒在胸中翻腾拳，光是想到那个家伙，就想狠狠往他头上扇一巴掌。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现在还只是个孩子，如果我现在冲过去打他，并说他未来会变成人渣，大家只会觉得我疯了。马可站在众人面前，自信满满的展示着成果。我和导师一起推导出了几个公式。家臣们发出一阵惊叹：已经达到这种水平了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勒布莱恩在一旁冷眼旁观，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未来的学院里，他可是出了名的学术草包。现在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弄来的？他的父母肯定找了真正的天才来替他完成这些。马可大摇大摆地走到沙发边坐下，他斜眼看着勒布莱恩，脸上写满了得意。看到了吗？勒布莱恩愣了一下，有些不明所以。马可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悄悄凑到勒布莱恩耳边，语气阴狠地威胁道：“像你这种家伙，永远也赢不了我，你这个冒牌货！”勒布莱恩有些无语，这家伙居然在认真威胁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吗？他立刻反应过来，原来马可把我当成了竞争资助名额的对手。他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山就是山，水就是水。马可见他没有反应，变本加厉的嘲讽：“我听说你是个可怜的小鬼，听说你是被皇太后扔进垃圾堆的弃子，最后才落到了都伯雷德公爵手里。”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勒布莱恩的心头。在前几世里，我真的太傻了，也太天真了。那时候的我，面对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感到无比恐惧，只能孤零零地承受一切。当别人说出这种侮辱的话时，我甚至不敢反驳一个字。勒布莱恩猛地抬起头，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死过3次了，已经完全不同了。他攥紧小拳头，对准马可那张令人厌恶的脸，狠狠挥了过去。砰的一声，马可被打得整个人歪向一边，鲜血从嘴角流出。周围的家臣和女仆们全都惊呆了。勒布莱恩并没有停手，小拳头如同雨点般落下，1下2下3下4下5下。他一边疯狂挥拳，一边在心里怒吼：“去死吧，你这个混蛋！”马可向后仰倒，整个人瘫在地上，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勒布莱恩站在一旁，心中冷冷地想着：“小子，如果你再敢惹我，我绝不会坐以待毙。”女仆们兴奋地欢呼起来：“不愧是我们的家小姐，干得漂亮！”马可的父亲猛地站起身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可的父亲朱德男爵急切地俯下身子：“你没事吧？”马克捂着红肿的脸颊，惊恐地哭喊着：“那个疯子，他突然打我！”勒布莱恩猛地伸出手，指尖直直地指向马可：“他是坏孩子！”家臣们愣在原地，这是什么意思？勒布莱恩回过头，他说：“我来这里是因为都伯雷德家族是垃圾。”大厅内陷入了一片死寂。勒布莱恩有些困惑：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大家可能会生气，会说暴力行为不符合贵族的身份。他有些心虚地低下头：“其实
我只是想揍马可以盾而已，仅此而已。众人突然爆发出一阵激动的哭喊：“您是为了我们才发火的，真是个天使！”勒布莱恩愣在原地，完全没明白发生了什么。马可跳了起来，大声反驳：“那是不可能的，我怎么会说那种话？那个东西在撒谎。”都伯雷德公爵面色阴沉：“你竟敢对我保护的孩子做出这种事！”朱德男爵神色慌张的辩解：“那只是口误。”他紧紧抓着马可的肩膀：“我的儿子绝对不可能用那种态度对待都伯雷德家族。”都伯雷德公爵俯视着马克：“既然你的父亲坚持，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即使我烧掉你的大腿，挖出你的眼睛，你也能发誓你刚才说的是实话吗？”马可吓得浑身僵硬，冷汗顺着脸颊流下。都伯雷德公爵继续说道：“只要你敢发誓，我就对你刚才在我面前引起的骚乱既往不咎。当然，如果你无法证明清白，这件事就不会只针对你一个人结束。”马可猛地一颤，都伯雷德公爵再次问道：“我再问你一次，我的孩子说的话是谎言还是事实？”马可满头大汗，嘴唇剧烈的颤抖着。勒布莱恩在一旁静静的看着，无论马可多么狡猾，他的对手可是都伯雷德公爵，马可根本没有胆量撒谎。马可终于崩溃了，他大声喊道：“是事实！”朱德男爵猛地抓住马可的肩膀，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扑通一声跪倒在都伯雷德公爵面前，紧紧抓着他的衣角：“请饶了我吧，公爵大人，我犯下了死罪。”都伯雷德公爵厌恶地挥开他的手，冷冷地命令道：“把他们带走。”几名全副武装的骑士立刻冲进房间，粗鲁地架起朱德男爵和瘫软在地的马可。朱德男爵拼命挣扎着：“公爵大人，请原谅我。”马可被骑士拖在地上，发出了绝望的哭喊声。夕阳笼罩着宏伟的府邸，花园里的喷泉静静流淌。家臣们激动地议论着，真是了不起的一幕。看到他勇敢地站出来，面对那个比他大1倍的男孩，真是太令人敬佩了。勒布莱恩站在原地，这里的人全都是都伯雷德公爵最亲信的部下，我已经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悄悄侧过头，偷瞄了一眼身旁的都伯雷德公爵。既然如此，我也在都伯雷德公爵面前留下好印象了吧？一位家臣伸出手，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勒布莱恩吓了一跳，身体猛地一颤，他躲到都伯雷德公爵身后，紧紧抓着他的衣角。家臣们见状开始小声议论：“你们听说了吗？那位小姐好像很怕成年的男性，可是她却很愿意让公爵大人抱着她，因为她喜欢公爵大人啊！”律法家臣上前一步，能被这样全心全意的爱着，公爵大人一定很幸福吧？都伯雷德公爵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叠，神情显得有些慵懒。家臣们顿时陷入了某种狂热的崇拜中。那些拥有的人永远不会明白一无所有者的悲哀，好羡慕啊！都伯雷德公爵微微侧过头，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真是麻烦。勒布莱恩暗暗吐槽：“我明明只是想努力生存下去，他却表现得这么坏心眼。原来这一切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吗？”俗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勒布莱恩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张开双臂，感受着热闹的气氛。自从领地里的家臣们开始对他改观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那些以前甚至不愿正眼看他的管理人员，现在都开始格外关注他的需求。莉亚牵着勒布莱恩的手走在街头，能得到许可出来逛街，是不是很开心？勒布莱恩用力地点了点头。是的，他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所以我们今天要买很多我需要的东西。街道两旁到处是新奇的玩意儿，滑稽的小丑在人群中表演。路边的小男孩正开心地舔着巨大的棉花糖，露天咖啡座里坐满了悠闲的客人。勒布莱恩兴奋地在人群中穿梭，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突然停下脚步，看向前方的一家商店，那里有一家玩具店。没记错的话，那个兔子玩偶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售的。那是一款会在这个时期引起巨大轰动的玩偶，只要用力抱紧它，它就会发出声音说道：“我爱你。”勒布莱恩回忆着，这种玩偶在我的第一世也非常受欢迎。他站在橱窗前，双手交叠在胸前，显得有些局促。爸爸，我想要那个玩偶。阿米蒂埃公爵蹲下身，语气平淡地说道：“买那个玩偶的钱可以捐给无数正在挨饿的人。你还想要那个玩偶吗？”勒布莱恩垂下眼帘，不想要了。阿米蒂埃公爵露出欣慰的笑容，真是个优秀的孩子。今天你虽然没有得到玩偶，却收获了同情心和体贴。勒布莱恩攥紧衣服，其实我真的很想要那个玩偶。在我的记忆里，米娜在18岁那年收到了阿米蒂埃公爵送出的玩偶作为礼物，看着米娜像个孩子一样欢欣雀跃。阿米蒂埃公爵露出了笑容，那笑容比他教导我什么是体贴的那天还要灿烂。勒布莱恩用力摇了摇头，甩掉那些糟糕的回忆，不要再去想那时候的事了。莉亚温柔的提议：“既然我们都出来了，要不要买个玩具？”勒布莱恩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莉亚一定是觉得我盯着看是因为想要玩具。莉亚真是太善良了。他们一起走进玩具店，店里到处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偶和精致的摆件。勒布莱恩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穿行，心情也跟着轻快了起来。莉亚弯下腰：“你可以挑选任何想要的东西。”勒布莱恩有些不敢置信：“任何东西都可以吗？”站在一旁的几名女仆忍不住议论着：“真是太可爱了，想要什么都可以哦。”勒布莱恩兴奋地在店里四处张望。既然这样，那我就……他的脚步猛地停住了，愣愣地看着前方。那是……勒布莱恩陷入了沉思。感恩日快到了，那是孩子们向父母送花以表谢意的日子。他揉着太阳穴，感到有些苦恼。如果能买些礼物送给他们就好了，但是玩具的话……他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玩具，发出一声闷哼，显得有些纠结。勒布莱恩用力摇了摇头，不能把这种机会浪费在玩具上。他突然大声喊道：“我要那个！”莉亚有些困惑，但那不是玩具，对吧？勒布莱恩认真的解释，他们说
这是孤儿院的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也打算把它当做礼物送出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莉亚若有所思，感恩日确实快到了。勒布莱恩在心里盘算着，这是送给莉亚的礼物，这样她以后一定会对我更好。我原本也考虑过送给都伯雷德公爵，但一想到他那副总是嫌麻烦的样子，勒布莱恩缩了缩脖子，还是不要去烦他了，万一惹他不高兴失宠了怎么办？莉亚提议道：“那我们去买胸花吧，现在就出发吗？”勒布莱恩抱着盒子，兴奋地回应：“好的。”城堡的长廊里，几名家臣并排走在红地毯上，其中一人注意到同伴胸前别着的红色花朵，惊讶地问道：“那是康乃馨胸花吗？”带着胸花的男人满脸自豪地回应：“哈哈，是的，女儿说由于明天是感恩日，所以亲手帮我带上了。”他张开双臂，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养育孩子的快乐了。我当时就在想，这大概就是活着的幸福吧。说实话，名誉和财富又有什么用呢？那些东西根本无法与孩子的一片心意相比。其他人点头附和，没错，在仓库里堆积再多的财宝，又有什么意义呢？都伯雷德公爵微微侧过头，神情显得有些落寞。家臣们转过头，公爵大人收到康乃馨的时候，一定也感受到了那种幸福吧？如果连这种快乐都体会不到，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真同情那些从未收到过康乃馨的人。您也这么认为吧，公爵大人？都伯雷德公爵面无表情的回应：“我不知道。”几名家臣愣在原地，发出一阵惊呼：“什么？”都伯雷德公爵语气平淡的说道：“我从未收到过康乃馨。”家臣们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您一次都没有收到过吗？您可是有3个儿子啊，这太令人震惊了！”绿发家臣尴尬的打圆场：“这个嘛，男孩子天生就不够细腻，他们只会说声谢谢就完事了。”都伯雷德公爵冷冷的回应：“我甚至连听都没听过这种话。”家臣们吓得缩成一团。随着都伯雷德公爵说的越多，气氛就变得越发沉重和危险。就在这时，走廊尽头传来了脚步声，莉亚正牵着勒布莱恩走来。勒布莱恩手中拿着一朵硕大的红色康乃馨，一名家臣瞪大眼睛喊道：“那是康乃馨！”他们激动地围向都伯雷德公爵：“公爵大人，快看，是康乃馨啊！终于等到了，您的孩子为您送花来了。”都伯雷德公爵侧过头，目光落在了勒布莱恩身上。家臣们兴奋地手舞足蹈，小姐一定是太感激监护人了，才会亲自去买康乃馨。都伯雷德公爵看着勒布莱恩，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罕见的笑意。家臣们在一旁不停地怂恿，既然都到这一步了，不如现在就送给他吧，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勒布莱恩低头看着手中的花，心里有些忐忑，要送吗？这是我第一次送康乃馨，总觉得有些害羞。他深吸一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走到了莉亚面前，高高举起手中的红色康乃馨。莉亚，谢谢你。莉亚惊讶地捂住嘴，您是要把这个送给我吗？勒布莱恩露出灿烂的笑容，用力地点了点头。都伯雷德公爵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压迫感。家臣们吓得瑟瑟发抖。我们哪知道那是送给女仆的。莉亚拉着勒布莱恩，开心地转着圈。谢谢您，小姐，我会一辈子珍藏它的。勒布莱恩趴在莉亚肩头，为什么后脑勺会隐隐作痛呢？都伯雷德公爵走上前，勒布莱恩猛地一颤，我在。都伯雷德公爵开口，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失落，没有我的份吗？勒布莱恩露出灿烂的笑容，是的，他心里暗自庆幸，果然像自己预想的那样，都伯雷德公爵根本不想要这种花，幸好没有冒失的送给他去烦他。都伯雷德公爵独自站在阴影中，整个人散发出极其阴郁的气息。那天晚上，整个都伯雷德公爵领地内传达了一道紧急法令，即刻废除感恩日。勒布莱恩满脸困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趴在柔软的床上，心情格外舒畅。莉亚正站在窗外忙碌，胸前别着那朵巨大的红色康乃馨，脸上始终挂着温柔的微笑。勒布莱恩沉思着，看来莉亚真的很喜欢那朵胸花，这几天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带着她。房门被轻轻敲响，侍从推门而入。我们要去公爵大人的办公室吗？勒布莱恩猛地跳了起来。好的，今天是该向皇太后汇报近况的日子了，得赶紧准备好才行。侍从看着勒布莱恩，笑着说道：“您今天看起来也很有活力呢。”勒布莱恩用力点了点头。女仆们站在一旁挥手送行，祝您一路顺风。走廊里回荡着整齐的脚步声，勒布莱恩牵着侍从的手，轻快地迈着步子。不远处有几个人正抬着沉重的木箱。勒布莱恩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侍从耐心地解释：“我们正在整理送给皇帝陛下的生日礼物。”勒布莱恩睁大眼睛，说起来，每到这个时候，家臣们总是为了准备礼物而忙得不可开交，即便是那些平时对蝇头小利毫无兴趣的人，在这种场合也会恪守礼节，准备一份体面的礼物，甚至连瓦卢瓦公爵也不例外。他甚至不惜借钱，也要倾尽所有去准备那份礼物。他在某些时刻挥金如土，却又是个极度吝啬的人，尤其是在对待我的时候。有一次，我买了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那支笔有着精致的纹路，却成了噩梦的开端。瓦卢瓦公爵愤怒地咆哮着：“你这个寄生在别人家里的吸血鬼！”他粗暴地拽起勒布莱恩的头发，将他一路拖行。这段时间别想从阁楼里出来。勒布莱恩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体撞击地面的闷响让他感到一阵剧痛。两个孩子在一旁冷眼旁观。哥哥，你不是也要买钢笔吗？哥哥面无表情。哪个父母会讨厌孩子买学习用品呢？弟弟不解，但为什么勒布莱恩会被责骂呢？哥哥语气平淡的回应：“因为他不是亲生的。”两人转身离去，背影消失在深邃的黑暗中。那一刻，勒布莱恩终于明白了，正因为自己不是亲生骨肉，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招来厌恶。
勒布莱恩回过神来，心中暗自盘算：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赢得都伯雷德公爵的青睐。如果继续磨蹭下去，正式收养的机会就会溜走。侍从敲响房门，公爵大人，他已经带到了。都伯雷德公爵正坐在办公桌前，手中拿着一份文件，神情专注而冷峻。勒布莱恩迈着小碎步跑进房间，张开双臂，大声喊道：“公爵大人！”都伯雷德公爵微微侧过头，眼神中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勒布莱恩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呆呆地站在原地。为什么他的表情看起来这么不高兴？勒布莱恩猛地一颤，整个人僵在原地。他悄悄躲在侍从的腿后，小心翼翼地探出头观察。侍从俯下身，凑近勒布莱恩耳边，低声说道：“他并没有在生你的气。”勒布莱恩愣了愣，小声嘀咕道：“所以他是在为别的事情生气吗？”他两只小手紧攥在胸前，显得有些局促。侍从轻声叮嘱：“下次请准备2朵康乃馨。”勒布莱恩惊呼出声，他突然意识到，在杂货店花掉的所有钱都属于都伯雷德公爵，我只是随手挑了那些东西，完全没注意，所以我肯定花了很多钱。他紧皱着眉头，内心充满了懊悔，明明花了那么多钱，却连一件送给都伯雷德公爵的东西都没买。他偷偷瞄向正在办公的都伯雷德公爵，心中纠结万分，现在跑去买的话，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了？勒布莱恩握紧小拳头，眼神变得坚定起来。既然如此，就做点别的事情让他开心吧。他在脑海中飞速搜索着有用的信息，试图找到能帮上忙的线索。一个精致的珠宝盒，里面放着一块石头。勒布莱恩心想，这就是生日礼物吗？他盯着盒子里的石头，心中泛起一丝疑惑：为什么这么华丽的盒子里会放着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石头？突然，一股诡异的气息蔓延开来，勒布莱恩惊恐地后退一步，这到底是什么？石头上浮现出一个复杂的红色魔法阵，勒布莱恩惊叫出声，四周的景象开始扭曲，耳边响起了断断续续的低语。这是什么声音？那声音仿佛直接在脑海中炸裂。勒布莱恩跪坐在深色的水坡中，黑暗深处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我一直在等待我的孩子。整座宫殿突然剧烈摇晃起来，侍从惊恐地喊道：“是地震吗？”都伯雷德公爵迅速下达命令，立刻派一支远征队去卢布斯山，这可能是火山爆发的前兆。震动渐渐平息，勒布莱恩呆呆地站在原地。停下来了吗？刚才那阵光芒仿佛直接冲进了我的身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缓缓伸向那块石头，心中绝望的呐喊。身体在自己动，就像不是我的一样。手指触碰到石头的瞬间，碎成了粉末。勒布莱恩脸色惨白，他惊慌失措地捂住嘴巴。侍从低头看着那一滩碎屑，陷入了沉思。纽特，勒布莱恩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震惊。这就是纽特吗？如果是纽特，那可是贯穿了我3辈子都不得安宁的恐怖存在，那是何等惊人的力量！纽特竟然是邪神的遗物。侍从看向都伯雷德公爵，这不是孩子的错，应该是保存条件太差了，否则他没有理由会突然碎成粉末。都伯雷德公爵眉头紧锁，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真是麻烦了。勒布莱恩浑身剧烈的颤抖，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都伯雷德公爵冷冷地打断了他，你真是个麻烦。勒布莱恩低垂着头，双手不安地搅在一起，原本想讨好他，结果却惹了大祸。都伯雷德公爵命令道：“别再惹麻烦了，回你的房间去。”勒布莱恩感到一阵眩晕，径直倒在地上。他猛地睁开眼，不远处站着一个高大的背影。勒布莱恩静静地望着他，那是阿米蒂埃公爵，他是我心中那位仁慈、谨慎且正直的父亲。我曾深深地敬仰着他，为了能以他女儿的身份活下去，我不得不放弃了很多东西，但那都没关系，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就好。都伯雷德公爵转过身，神情温和地看向他。勒布莱恩，只要他呼唤我的名字，对我露出微笑，我就心满意足了。阿米蒂埃公爵给了我栖身的房间，教导我作为贵族的职责，也曾与我共进晚餐。然而在父亲和我之间，始终隔着一堵无法逾越的墙。他从未真正向我敞开心扉，也从未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对待我。在他眼中，真正的孩子或许永远只有米娜一人。阿米蒂埃公爵看着黏在身边的米娜，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的宠溺。太爱撒娇了。米娜理直气壮地回应：“那又怎样？我就是想对爸爸撒娇嘛。”勒布莱恩站在远处，默默地看着，心中泛起一阵苦涩。他对待米娜终究是不一样的。他在心中不停地安慰自己：没关系的。这种事很正常，毕竟米娜才是真正的命运之子，她能在干旱时换来雨水，能成为穷人和病人的希望。她是那样一个善良的孩子，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只要我做得更好，父亲一定也会看到我的。瓦鲁瓦公爵的声音传来：“愚蠢的东西，你以为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你这厚颜无耻的小老鼠！”瓦鲁瓦公爵夫人冷冷地说道：“你至少应该死在街上，这样才有人能帮你收尸。”瓦鲁瓦公爵吐出冰冷刺骨的评价：“没用的女孩。”勒布莱恩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拼命哀求：“我错了，请不要打我，对不起。”他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我真的错了。”勒布莱恩猛地惊醒，他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浸透了睡裙，原来是一场梦。他失神地坐在宽大的床上，记忆慢慢回笼。对了，我晕倒了。他心中充满了不安，我该怎么办才好？都伯雷德公爵的仆人们其实都很善良，而都伯雷德公爵本人也远比传闻中要温和得多。泪水大颗大颗地滑落脸庞。如果这些人也开始讨厌我，我该怎么办？窗外突然炸开一声惊雷，勒布莱恩吓得缩起肩膀。莉亚神情忧虑地走在长廊上，几名女仆急忙迎上前去，焦急地问道：“孩子还好吗？医生说还没找到病因，是真的吗？”莉亚轻轻叹了口气，目前只能先给他喂退烧药。她推开房门，看着空荡荡的床铺，失声惊叫道：“孩子不见了！”
管家神色慌张地冲向办公室。公爵大人，他气喘吁吁地报告道：“孩子不见了。”都伯雷德公爵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侍从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两人一时间都愣在了原地。都伯雷德公爵面色凝重，这难道是针对家族的刺客所为，或者是有人盯上了贵族家的孩子，将他绑架了？又或许是那些怨恨命运之子的议会长老们？一名仆人急促地喊道：“公爵大人，他在这里！”莉亚和琳达紧紧依偎在一起，神情中充满了不安与期待。都伯雷德公爵转过身看向前方，面容冷峻而严肃。他一步步走向庭院，雨夜的庭院一片嘈杂，仆人们正围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什么。勒布莱恩低着头站在雨中，身体微微颤抖。莉亚急忙冲上前去，蹲在勒布莱恩面前。小姐，勒布莱恩沉默着，双手握在一起。都伯雷德公爵俯视着他。勒布莱恩迈开小小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都伯雷德公爵。他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掌心里捧着一朵被雨水打湿的花朵。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你喜欢花吗？”他的笑容渐渐消失，眼中盈满了泪水。“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莉亚捂住嘴巴，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都伯雷德公爵愣在原地，他带着勒布莱恩来到浴室。勒布莱恩局促地坐在池边，看着都伯雷德公爵高大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恐惧。他要对我做什么？难道一朵康乃馨还不足以让他原谅我吗？为什么要来浴室？难道是水刑吗？都伯雷德公爵挽起袖子，端来一盆温热的水，稳稳地放在勒布莱恩面前。勒布莱恩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那盆水。都伯雷德公爵伸出手，轻轻握住勒布莱恩沾满泥土的脚，仔细清洗着。“疼吗？”勒布莱恩猛地摇了摇头，“不疼。”他的小手不安地搅在一起，其实有一点点疼。都伯雷德公爵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后变得更加轻柔。勒布莱恩心中满是惊讶，他的动作变温柔了。都伯雷德公爵说道：“以后深夜不要在城堡里乱跑。”勒布莱恩愣愣地看着他：“就这样吗？公爵大人，您不生气吗？”都伯雷德公爵伸出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我不生气。”勒布莱恩捂住额头，有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不知为何，脚上的伤口似乎不再疼了，而眼前的都伯雷德公爵看起来也不再那么让我害怕了。清晨的阳光洒在都伯雷德公爵家族的城堡上，鸟鸣声清脆悦耳。接下来的几天里，勒布莱恩总觉得像是在薄冰上行走一般小心翼翼，但都伯雷德公爵确实没有责骂他，甚至连一丝不悦的神色都没有表现出来。勒布莱恩躲在门后，悄悄探出半个脑袋。在都伯雷德公爵的书房里，桌上静静地摆放着一个透明的花瓶，那朵被雨水打湿过的康乃馨正插在瓶中绽放。勒布莱恩陷入了沉思，他竟然没有扔掉我送的花，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不生气？甚至还把它装饰起来。传闻中，公爵是个冷酷的人，仅仅因为心情不好就会灭掉整个部落。可这些日子他甚至还陪我一起吃饭。莉亚微笑着走近，小姐。勒布莱恩回过神来，疑惑地歪着头。几名女仆围了过来，兴冲冲地说道：“请准备一下迎接商人吧，小姐要不要也一起来看看？会有很多迷人的小玩意，四处逛逛一定很有趣。”勒布莱恩心想，原来是要买东西献给皇帝，用来替代被我弄坏的那个礼物。他开心地笑了起来，点了点头，听起来真不错。女仆们感叹道：“真是太可爱了。”达利拉微笑着提议：“商人们还要过一会儿才到，在那之前，我们要不要先去图书馆坐坐？”勒布莱恩高举起双手，兴奋地欢呼：“好呀！”走进图书馆，勒布莱恩被眼前宏伟的景象震撼了。高耸入云的书架整齐排列，无数藏书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艾米张开双臂，温柔地对勒布莱恩说道：“来吧，选一本你喜欢的书。”琳达拿出一本厚厚的书，俏皮地眨了眨眼，说道：“你可以提前学习一下社交生活的智慧。”身材魁梧的女仆走上前，神情严肃地举起一本粉色封面的书。好书应该是这种类型的，痛扁那些该死的人。女仆们为了该给孩子读什么书争执不休，现场乱作一团。勒布莱恩看着他们吵闹的样子，我还是得继续装作不识字才行。他走到高大的书架前，既然如此，就选一本封面看起来最漂亮的吧。他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其中一格，奇怪，为什么这本没有书名？他伸出小手，将那本厚重的古书抽了出来。他翻开书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映入眼帘。开篇记载着开国皇帝最伟大的成就，便是击败了邪神伊万，那是真神曾经的追随者。他继续向后翻阅，书页上描绘着阴森的画面，一个披着斗篷的身影手持长剑。文字记载道：根据伊万留下的记录，想要唤醒沉睡的力量，必须满足2个条件。首先是接触神圣的遗物，那是开启潜能的关键；其次是获得媒介，只有通过媒介，那股力量才能被真正施展出来。勒布莱恩的眼睛里充满了困惑，这是什么？勒布莱恩皱起眉头，这感觉真糟糕，为什么非要牵扯到与邪神有关的东西？帝国的守护神内里亚德为了人类的安危，将万恶之源邪神封印。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封印逐渐减弱，为了再次封印邪神，必须借助命运之子米娜的力量。我曾是那场封印仪式的祭品，仪式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在那无尽的折磨中，我甚至只求他们能快点杀了我。艾米一旁探出头，小姐。勒布莱恩猛地回过神，狮子好可怕。周围的女仆们顿时被逗笑了，她们围拢过来，语气中满是宠溺。原来我们的宝贝是被狮子吓到了呀？那只坏狮子是不是嗷呜一声就把你吓得大喊好可怕啊？勒布莱恩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有些无奈地心想，其实也没那么夸张。他小声嘟囔着，是的，好可怕。莉亚推开门，小姐。勒布莱恩回过头，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商人来了吗？莉亚弯下腰，是的，
您想去看看吗？勒布莱恩高兴地欢呼起来，太棒了！他停在宏伟的大殿门前，这就是都布莱德公爵的接见室。挂毯上面绣着开国皇帝的文章，果然和传闻中一样，是用古文字书写的。那是都布莱德公爵征服冰之国度后获得的战利品，甚至连皇室都曾觊觎这件宝物，却始终无法从都布莱德手中夺走。这幅挂毯象征着都布莱德家族强悍的武力，许多崇拜公爵的贵族纷纷效仿，用类似的挂毯装饰自家的厅堂。狂热的追随者们将其奉为权力的图腾，甚至不惜重金求得拓本，只为在自家的墙上复刻这份威严。勒布莱恩悄悄观察，这就是所谓的流行吗？图尔巴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他停下脚步，向着前方深深鞠了一躬，向伟大的都布莱德公爵致敬。勒布莱恩僵在原地，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图尔巴毕竟是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图尔巴摘下帽子，右手抚在胸前，能得到您的召见，真是莫大的荣幸。侍从开口说道：“我们需要一件能替代纽特的物品。”图尔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那您可找对人了，除了我图尔巴，没人能经手与纽特同等级别的宝物。”勒布莱恩心中警铃大作，图尔巴曾是王国奴隶，如今却成了大贵族们争相追捧的商人，但他其实是个卖假话给皇室的骗子。在那之后，他以前犯下的无数诈骗罪行也被揭露，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该不会连都布莱德公爵也想骗吧？图尔巴打开皮箱，里面静静躺着一块散发着微光的石板。他得意地介绍，这是刻有古代神谕的石板。家臣们低声议论着，刻有神谕的石板可以被视为圣物吧？比起邪神的遗物，还是正义之神的圣物更好。侍从说道：“公爵大人，这作为成年礼的礼物，再合适不过了。”都布莱德公爵冷冷地问道：“你确定这是降下神谕的石板吗？”图尔巴立刻回应：“史料中有过类似物品的记载，而且已经证实它含有强大的神圣力量。”家臣们纷纷点头称赞。既然经过了神殿的验证，图尔巴商会的货确实值得信赖。图尔巴慷慨激昂地演说：“这是我亲自在古老高原上发现的，虽然遭到了魔兽群的袭击，但我绝没有放弃。”他张开双臂，我当时就在想，总有一天这块石板一定会拯救某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即便拼上性命，也绝不能丢弃他的原因。家臣们被这番话深深打动，甚至掏出手帕擦拭眼泪，竟然做到了那种地步，真是辛苦你了。都布莱德公爵不为所动，冷冷地打断了这煽情的氛围。那些先放一边，开个价吧。图尔巴竖起一根手指，如果您愿意交易的话，我开出的价格是1亿法郎。家臣们发出惊呼：1亿法郎，那可是通常用来衡量国家预算的单位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即便都布莱德家族富可敌国，这笔钱也绝不是能随便便拿出来的巨款。图尔巴敏锐地察觉到了众人的动摇，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诱导。但是这可是唯一能替代纽特的宝物了。勒布莱恩冷笑一声：“什么？”他深吸一口气，换上一副天真无邪的笑脸：“揭穿他吧。”图尔巴愣了一下，随即立刻反应过来：“您就是那位命运之子吧？能见到您真是我的荣幸，请仔细看看这件宝物吧。”一位家臣紧张地喊道：“等等，万一弄坏了怎么办？”勒布莱恩跑到皮箱前，发出一声惊叹。图尔巴弯下腰，带着诱导的语气问道：“你能感受到神的力量吗？”家臣有些担忧：“万一孩子把它弄碎了怎么办？”图尔巴张开双臂：“既然这位是命运之子，或许他甚至能读懂上面的古代语言呢。”家臣皱起眉头：“一个连帝国语都说不流利的孩子，怎么可能解读古代文字？”图尔巴发出一阵轻笑：“只是个玩笑。”勒布莱恩突然开口：“他一生都在为家人努力工作，他在这里安息，他长眠于此。”大厅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图尔巴惊叫出声：“什么？”勒布莱恩歪着头：“大叔，你是笨蛋吗？这上面明明写着呢。”他冷笑一声：“你这个骗子！什么神谕石板，这根本就是一块墓碑。幸好我仔细看了一眼，不然真让你得逞了。”律法家臣满脸不可置信：“你怎么可能读懂石板上的内容？即便是在神殿中地位最高的人，也难以解读古代语言，因为目前被破译的字符寥寥无几。但10年后情况将完全不同，因为一个活生生的古代语言翻译机将会出现，米娜就是那个能解读古代语言的人。当然，即便是在10年后，能掌握这种语言的人也极度稀少，因为它与现代文字完全不同，解读难度极大。在我死之前，世上只有3个人学会了古代语言：未来的皇太子阿德里安、都布莱德公爵的长子约翰，以及我勒布莱恩。”勒布莱恩若有所思，所以从一开始，关于他是在救高地出土的说法就是个谎言，那根本不是什么神谕碑，而是一座墓碑。卡利西斯的位置与救高地完全相反。家臣们围着勒布莱恩：“那上面真的是这么写的吗？你能读懂古代语言吗？你是说这根本不是神谕碑，而是一座墓碑吗？”勒布莱恩平静地点了点头：“是的。”图尔巴绝望地嘶吼道：“这不可能！”侍从惊讶地问道：“那是真的吗？”勒布莱恩低着头，两只小手紧张地搅在一起，他小声地给自己鼓劲：“勒布莱恩，我能做到的。”一名家臣猛地凑近：“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研究过它吗？”勒布莱恩心想：我就知道会有人这么问，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用纯真无邪的目光看向众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里了。家臣们纷纷露出慈祥的笑容：“是啊，一个4岁的孩子能撒什么谎呢？也许他真的只是能读懂他。”勒布莱恩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米娜以前也是这么回答的。毕竟从名义上来说，我现在依然是命运之子。”图尔巴气得满脸通红，他攥紧拳头，歇斯底里的咆哮：“骗子！我有证据能证明我的话，神殿会核实这一切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如何证明这个孩子真的能读懂古代语言？”
勒布莱恩冷笑着看向图尔巴：“什么证据？我看你根本就是编造的。”周围的人们陷入了沉思。图尔巴继续说着：“唯一能书写古代语言的人只有开国皇帝，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勒布莱恩低下头，这和米奈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我并不是像米娜那样的命运之子。他站在台阶上，用稚嫩的声音清晰地念出了一串晦涩的音节：弗里德、埃尼西斯、西蒙、卡利亚德。都布莱德公爵猛地站起身，眼中满是惊愕，那是开国皇帝的真名。家臣难以置信，您是说那是弗里德一世的真名吗？侍从也变了脸色，如果他的中间名真的是西蒙。西蒙一族是被传为邪神造物的族群，一个如今连名字都被视为禁忌的部落。如果世人知道开国皇帝出身于那个被诅咒的族群，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掩盖这段出身皇室选择隐瞒真相，他们从所有记录中抹去了皇帝的中间名。正因如此，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真名，除了皇室成员，就只有那几位地位极高的顶尖贵族。这个秘密绝不是一个4岁孩子能通过普通途径获知的。勒布莱恩仰起头，脸上挂着天真烂漫的笑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读出的是真相，这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子发家臣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了。这怎么可能？难道这个孩子真的是命运之子吗？绿发家臣交叉双臂，眉头紧锁。我原以为他只是聪明，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聪明的范畴。子发家臣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岂不是意味着图尔巴欺骗了我们？他愤怒地指向图尔巴，既然石碑上写的是墓碑，那你之前说的那些神谕全都是假的吗？图尔巴脸色惨白，他语无伦次地辩解：我是以神之名才坐到这个位置上的。都布莱德公爵发出一声冷笑，眼神冰冷且充满威严。你像一个孩子索要证据，可当你面对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却只会搬出神明来当挡箭牌。图尔巴被这股气势压得喘不过气，他紧紧抓着胸口的衣服，脸色惨白的支吾着。那是勒布莱恩站在一旁，看着图尔巴瑟瑟发抖的样子，心中暗自感叹：我很理解那种感觉，很可怕，对吧？都布莱德公爵缓缓走下台阶，看来我最近确实太宽容了，连这种虫子都想往上爬，把这个自称神之子民的家伙关进地牢。关于那块石碑，给我带回一个明确的答复，哪怕要剖开他的肚子，也要看清楚里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神谕。侍从沉声回应：遵命。图尔巴惊恐地伸出手，等等，审讯甚至还没开始，图尔巴就交代了一切。他承认自己是因为急需用钱，才策划了这场骗局。为了应付教皇，他必须得到一件特定的圣物，那件圣物的价格高得惊人，所以他才不择手段地到处筹钱。勒布莱恩趴在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圣物，能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这种鲁莽的诈骗？桌上放着一张陈旧的羊皮卷，勒布莱恩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显然就是这个东西。埃托伊勒，那是曾让米娜拥有巨大力量的圣物，也是被世人公认为命运之子身份证明的终极法器。勒布莱恩仔细端详着羊皮卷上的图案，但它的颜色和米娜的那件并不一样。米娜的是白金色，而这一件却是金色的，甚至连顶端镶嵌的宝石看起来也完全不同。勒布莱恩惊讶地捂住嘴巴，这根本不是神殿保存的那件圣物。都布莱德公爵坐在桌前，神情冷峻地说道：“出现了第2件圣物。”侍从回应道：“我现在终于明白图尔巴为什么会发疯了。圣物几乎是内里亚德教派的神圣象征。”都布莱德公爵伸出手，指尖轻轻划过羊皮卷上的心形图案。那么这件圣物现在在哪里？侍从面露难色：在海底。但现在有个问题，它不在帝国的领海内，而是刚好越过了国境线10米，进入了邻国的海域，所以教团才无法直接采取行动。内里亚德教派作为帝国的国教，不能公然干涉他国领土，否则会引发外交战争。勒布莱恩躲沉思着，难怪图尔巴需要那么多钱，他是计划私下与外国国王交易，把圣物买回来。都布莱德公爵按住额头，语气低沉而果断：像埃托伊勒这样的圣物，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侍从试探着问道：那您打算与外国国王进行谈判吗？都布莱德公爵站起身：为什么要费那种麻烦？我们直接发动战争就行了。侍从微微一愣，露出一个心领神会的微笑：遵命，我这就去准备。侍从露出灿烂的笑容：这多亏了你，小家伙，因为纽特的崩溃，我们找到了第2个埃托伊勒。勒布莱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真的吗？他心里暗自感叹，看来找到埃托伊勒确实很有价值。勒布莱恩转头看向都布莱德公爵，不知道公爵大人是不是也这么想？好吧，那就试试看。他伸出小手，紧紧拽住都布莱德公爵的衣角。都布莱德公爵微微侧过头，目光落在那个小小的身影上。勒布莱恩高高举起双手，仰着头大声喊道：公爵大人，请抱抱我。都布莱德公爵愣在原地，勒布莱恩的眼神中满是期待与真诚。我会乖乖听话的，我会自己好好长大，绝对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所以拜托了，请成为我的爸爸吧。都布莱德公爵伸出手，稳稳地将勒布莱恩抱了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吗？我是不是应该这样抱着你？勒布莱恩轻轻应了一声：是的。虽然他没有明确答应要当我的父亲，但我觉得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勒布莱恩依偎在都布莱德公爵的怀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能感觉到他正在对我微笑，他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麻烦的小鬼。窗外夜色深沉，华丽的寝室内碧如火光摇曳。勒布莱恩坐在柔软的地毯上，费力地拽住袜筒，一点一点向上滴了。终于他成功穿好了袜子。我做到了，我自己把袜子穿好了。莉亚快步上前，一把抱住勒布莱恩：做得太棒了，小姐，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周围的女仆们也纷纷围拢过来。我只教过她几次，她竟然已经能自己穿好袜子了。小姐真是个天才。勒布莱恩挺起胸膛，双手叉腰：我要去见公爵大人。莉亚温柔地笑着，她轻声鼓励道：
没错，快去让公爵大人看看你的厉害吧。都布莱德公爵正坐在办公桌前忙碌，手中的羽毛笔在纸张上沙沙作响。侍从轻声提醒：“小姐来了。”勒布莱恩举起手中的袜子，兴冲冲地喊道：“我现在会自己穿袜子了。”都布莱德公爵单手托着脸颊，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是吗？”勒布莱恩心里暗自琢磨：公爵大人现在没以前那么讨厌我了。如果我表现得足够好，说不定真的能让他彻底同意收养我。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那种只会添麻烦的小鬼。他一屁股坐在地毯上，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这基本上就是一场面试，女仆们攥着拳头为他加油，一定要成功啊，小姐，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勒布莱恩开始展示他练习已久的穿袜技巧。他先将脚趾对齐，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拉。然而袜子并没有乖乖听话，反而整个翻转了过来，松松垮垮地挂在脚尖上。勒布莱恩愣住了，看着那只穿歪的袜子发呆。家臣们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笑出声。这个孩子真是太讨人喜欢了。勒布莱恩不甘心地喊道：“再来一次！”他重新抓起袜子，憋红了小脸，用力向上低了。他反复尝试着，动作虽然依旧生疏，却充满了干劲。他僵在了原地，感到无比沮丧。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差劲。莉亚鼓励道：“但是小姐，你刚才明明成功了呀！”我亲眼看到了。都布莱德公爵说道：“我不能容忍住在城堡里的人毫无进步。”勒布莱恩吓得缩了缩脖子，小声回应道：“我听清楚了。”公爵大人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同样严厉。他的次子和幼子早已进入了首都的精英学院，而长子则远在海外的寄宿学校求学。在这个家族里，平庸是不被允许的。勒布莱恩心里有些忐忑，如果公爵大人连亲生孩子都会在年幼时送走，那我必须表现得更有价值才行。都布莱德公爵说道：“在我外出视察领地期间，你要好好练习。”勒布莱恩握紧拳头：“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成为爸爸最棒的女儿。”家臣们在一旁感叹道：“我真是太嫉妒了。”绿发家臣俯下身：“小姐，你真的那么喜欢公爵大人吗？”勒布莱恩有些害羞地别过头：“也不是特别喜欢啦。”都布莱德公爵在第二天便启程前往领地视察。勒布莱恩走在走廊里，心里默默盘算着，公爵20天后就会回来，现在最要紧的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让我能心无旁骛地练习穿袜子。一个声音传来，这到底是在胡闹什么？勒布莱恩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他缩起肩膀，发生什么事了？短发男人愤怒地低吼，教廷的祭司竟然在没有得到公爵大人许可的情况下，就擅自闯入了城堡大门。长发男人面色凝重地回应，他们声称是来带走小姐的。短发男人质问，这种事情难道不能等公爵大人回来再说吗？长发男人无奈地闭上眼睛。目前的法律规定，教皇才是那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监护人想要带走自己的孩子，并不需要领主的准许。勒布莱恩听到了这一切，身体僵硬地立在原地。他们要带走我？勒布莱恩蜷缩着身体，眼中满是惊恐与不安。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种地步，他们会把我送去瓦卢瓦公爵那里。对于像都伯雷德这样历史并不悠久的家族来说，能够取得如今这种规模的繁荣，完全归功于他们那独特的教育方式。他们生来便浸透在亲人的鲜血之中，被抚养成屠夫。西奥多是都伯雷德家族有史以来最接近完美的家主，拥有压倒性的魔力以及完美平衡的体魄。在他继任家主后的短短几年内，凭借敏锐的直觉，让家族财富翻倍。地区视察厅的食堂里，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众人猛地转过头，神情紧绷地看向身后。萨姆吓得脸色苍白，他支支吾吾地说道：“这是……”理查德眉头紧锁，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感觉到了魔力，严禁持有非保护用途的魔力道具。萨姆大声辩解：“这是为了联络用的，我只是被要求去给孩子买布料。”理查德神情严肃地逼近：“买个布料为什么需要通讯魔道具？我需要检查一下，把它交出来。”他猛地伸手，死死扣住萨姆的手腕。萨姆惊恐地喊道：“这个是……”刺眼的光芒瞬间炸裂开来。勒布莱恩正努力练习着发音，他深吸一口气，公爵发出的声音依然含糊不清。要是不能好好叫出公爵大人，他会不会讨厌我呀？骑士们看着这一幕，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真是太可爱了。萨姆兴奋地回应：“对吧？这是我帮他买布料收到的谢礼。”一名家臣掩嘴轻笑，真是好奇，为什么他会那么喜欢公爵大人呢？都伯雷德公爵侧过头，语气平淡地说道：“真是个奇怪的小家伙。”紫发家臣摊开双手，说实话，难道不可爱吗？他甚至还为了公爵大人努力练习发音呢。都伯雷德公爵的眼神骤然变得冰冷，周身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说笑的骑士和家臣们瞬间僵住，一个个吓得脸色发青，冷汗直流。都伯雷德公爵沉思着，一点也不可爱，我从来没觉得谁可爱过，所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他攥紧了拳头，在我眼里，那孩子不过是个缩成一团的小人，只是因为总是吵吵闹闹的，才勉强引起了我的注意。都伯雷德公爵眉头微蹙，这种感觉很奇怪。周围的骑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公爵大人不高兴了吗？理查德急忙转移话题，最近领地边境的情况有些不太安稳。都伯雷德公爵侧过头，发生了什么？理查德一边观察着公爵的神色，一边小心翼翼地解释：“听说有一伙强盗在领地边境一带出没，闹得人心惶惶。不过那里并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所以您不必为此担心。”都伯雷德公爵闭上眼睛，既然不是我的领地，那就没必要去在意。理查德点了点头，确实如此，我只是觉得应该提一下，因为最近频繁发生孩子被拐走的案件。都伯雷德公爵的瞳孔猛地收缩，我不能任由那些人在我的领地附近撒野。理查德回应：“我会去处理的，需要清理到什么程度？”都伯雷德公爵说道：“清理到罗塞尔领地的边界为止。”
他沉思着，罗塞尔领地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贵族小姐们经常去那里郊游。勒布莱恩穿着华丽的蕾丝长裙，我要出发了，公爵大人。然而就在下一秒，一个壮汉猛地冲出，一把掳走了惊恐万分的勒布莱恩。都伯雷德公爵垂下眼帘，在周围建立一些好感也不是坏事，把罗塞尔领地也一并清理干净。他又想起了什么，等勒布莱恩长大以后，或许会想要学习骑马。在罗塞尔领地之外，有一片非常适合驰骋的平原。然而绑匪再次出现，狞笑着将勒布莱恩掳走。都伯雷德公爵睁开眼，眼神中透出一丝焦虑。还有那片平原也清理。他继续沉思着，仔细想来，平原后面不是还有一条很适合游泳的河流吗？也许勒布莱恩以后会想要去游泳。都伯雷德公爵冷冷地命令道：“把诺吉斯河之前的所有区域全部清理干净。”骑士们惊得目瞪口呆，那可是足足几百公里的范围啊！阳光透过高大的拱形窗户洒进房间，勒布莱恩栽在一个大木箱里，两条小腿在半空中胡乱蹬着。莉亚赶紧上前，一把将勒布莱恩抱了起来。“您在这里做什么呢？”勒布莱恩说道。“爷爷给了我一个包，但是它不见了。”莉亚拎出一个灰色的小象包。“在这里啊，不过您为什么要找这个包呢？”勒布莱恩紧紧抱住小象包，眼神有些躲闪。“那是因为……”他趁莉亚不注意，猛地转过身，迈着小短腿，飞快地跑开了。“对不起，莉亚，但我不能告诉你。”莉亚愣在原地，一脸困惑。勒布莱恩跑得气喘吁吁，这是我必须独自完成的事情。如果教团的祭司们带走我，我就会被送往瓦卢瓦公爵家。一旦进了那里，就再也没有逃跑的机会了。所以我必须行动起来。勒布莱恩走在长廊上，他低头思索着：如果教团下令带走我，皇太后一定会站在教团那边，公爵绝不会为了留下我，而同时与教团和皇室为敌。而且他现在正为了领地的旱灾忙得不可开交。教团会把我送到瓦卢瓦，在瓦卢瓦监视会非常严密，到时候我就再也逃不掉了。我必须在教团带我前往首都的途中逃走。勒布莱恩顺着楼梯走下，来到正在忙碌的女仆身边。女仆停下手中的活计：“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小宝贝？”勒布莱恩仰起头说道：“请给我一点水。”他张开双臂补充：“要很多很多。”女仆被逗笑了，她一边往袋子里装水，一边发出爽朗的笑声：“没问题，还需要别的吗？”勒布莱恩转过身，帮我放到包里。女仆拉开他的书包拉链。“好的。”勒布莱恩心满意足。“很好，水分补给完成。”他捂着嘴偷笑，食物已经通过提前偷拿临时搞定了。他走下楼梯，看着忙碌的厨房，突然想起了重要的事情。对了，他迈着小碎步跑向房间。既然变成了小孩子，疲劳或困倦时糖分是必不可少的。他打开他的大象包，开始往里面塞糖果。一颗肯定不够吧，2颗也完全没感觉。他不停地把糖果塞进包里，直到小包变得鼓鼓囊囊。勒布莱恩看着塞满的包有些苦恼，这个包太小了，才装了30颗糖就满了。他将多余的糖拿掉，还得塞地图、衣服和鞋子呢。勒布莱恩深吸一口气，现在该收拾最重要的东西了。他拉开窗帘，从隐蔽处拖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他把脸贴在钱袋上蹭了蹭，露出满足的笑容。“我可爱的小钱钱，这可是我从那些亲戚手里拿到的零花钱。”莉亚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宝贝，你又在计划什么恶作剧呢？”勒布莱恩惊叫出声，整个人都蹦了起来。“我只是在收拾我的包。”他赶紧捂住嘴巴，心虚地低下了头。莉亚轻轻将勒布莱恩搂入怀中。“我想我们必须送你离开了，这是一个让你在更好的环境下成长的机会，去获得父母的爱吧。”他伸手抚摸着勒布莱恩的头。“既然你是这么可爱的人，大家肯定都会喜欢你的。”勒布莱恩心中满是苦涩，人们并不会喜欢我，我宁愿掉进粪坑，也不想去那里。他看着莉亚那充满关怀的神情，但我不能向莉亚求助。莉亚只是个女仆，如果我向她求救，只会让她也陷入危险之中。莉亚牵起勒布莱恩的小手：“我们走吧，我准备了一些点心。”勒布莱恩乖巧地跟在后面。“好的。”女仆们围在勒布莱恩身边。艾米兴致勃勃地提议：“今天我们要读童话故事。”她手里拿着玩偶，请配合着点心一起享受吧。“你不是很喜欢童话故事吗？”艾米的话还没说完，眼眶就开始泛红，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达利拉抱着厚厚的书本，一脸担忧的劝慰：“天奶别哭啊，我们必须好好送走宝贝才行。”话音刚落，她自己也忍不住哭了出来。3个女仆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勒布莱恩吃着盘子里的点心，思绪飘远。说起来，昨天的点心真的很好吃，骑马游戏也很有趣。他回想起在公爵领地的日子，心中涌起一阵悲伤。比起前几世的悲惨遭遇，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大颗大颗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他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女仆们顿时慌了神：“为什么在哭呀？是谁欺负我们的宝贝了？我要去狠狠地教训他们。”勒布莱恩看着眼前的莉亚，心里满是不舍。一旦离开这里，我就再也见不到莉亚了。他心中生出一丝奢望，如果公爵在这里的话，或许我还能抱有一点不用离开的希望。我想见公爵。他一边哭一边想到，真没想到我竟然会想念那个冷血的男人。艾米心疼地把勒布莱恩搂进怀里，不停地安慰着他。勒布莱恩心里很清楚，无论自己怎么哭喊，一切都不会改变。莉亚站在一旁，手里紧紧攥着魔法道具。祭司们抵达的日子终于还是来了。侍从看着眼前的来访者，皱起眉头：“你们怎么突然就过来了？”祭司面带微笑，语气轻松地回应：“这是教皇陛下的命令。”艾米和达利拉蹲在地上，忙碌地整理着箱子。艾米急切地问道：“宝贝，这个你待会儿要吃吗？”达利拉在一旁认真地叮嘱：“我们还得把毯子也放进去，在路上可能会着凉的。”莉亚躲在门后，担忧地望着前方。“宝贝。”祭司走上前，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宝贝最近过得好吗？”
勒布莱恩站在原地，身体不由自主的缩了一下。祭司弯下腰，在这样一个既没有亲人又没有牵绊的地方，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勒布莱恩反驳，一点也不辛苦。祭司大声宣布，你再也不用担心了，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一个会用爱抚养你长大的人。瓦鲁瓦公爵会成为你慈祥的父亲，他一定会用满满的爱来照顾你的。勒布莱恩整个人僵住了，用爱抚养吗？简直是笑话！那个混蛋根本不是在养育我，而是在用暴力驯服我。教廷选择瓦鲁瓦公爵，从来就不是为了我的幸福。当我作为命运之子觉醒力量时，他们只是挑选了一个听话且好用的家族，一个方便他们掌控的傀儡。如果就这样去了瓦鲁瓦家，一切都会重演。祭司伸出手，猛地抓住了勒布莱恩。走吧！勒布莱恩拼命挣扎着，我不想去。祭司厉声喝道：“你现在必须走！”勒布莱恩疼得叫出声来，好痛！莉亚在远处惊恐地呼喊：“宝贝！”祭司的语气变得阴冷而威胁：“如果你再这样无理取闹，神会降下惩罚的。”勒布莱恩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不想去。”祭司的表情变得狰狞：“坏孩子是要受罚的，能被选入那样高贵的家族，你不应该感到害怕，而应该心怀感激。”勒布莱恩大口喘着粗气，几乎无法呼吸。祭司察觉到异样，皱起眉头：“你在干什么？”一个冰冷而威严的声音在场间炸响：“放开我女儿！”祭司神色惊愕地看向前方，都伯雷德公爵从阴影中走现，眼神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怒意。“我告诉过你，离我女儿远点！”祭司神情紧绷：“那个孩子已经商定好，要交给瓦鲁瓦了。”都伯雷德公爵说道：“那么我们需要重新讨论一下。”骑士们猛地拔出长剑，指向祭司。祭司惊呼：“这太荒谬了！”都伯雷德公爵语气森然：“我从没允许你说话。”勒布莱恩仰起头，眼中噙着泪水，颤抖着声音喊道：“公爵大人！”都伯雷德公爵弯下腰，将勒布莱恩抱进怀里，去传达我的旨意。从今天起，这个孩子将由都伯雷德家族收养。如果你以后还想讨论这个孩子的事，最好带着圣骑士团一起来。他伸出手，轻轻擦去勒布莱恩脸颊上的泪痕。“你现在的样子真丑。”勒布莱恩愣住了。“什么？”他委屈的在心里反驳：“我只是因为一直流泪，脸才会皱成一团的。”都伯雷德公爵继续说道：“你至少该洗把脸，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点。”勒布莱恩把脸埋进他的怀里，小声的嘟囔着。都伯雷德公爵命令道：“把这里清理干净。”侍从走上前，微笑着对祭司说：“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就请离开吧。”祭司瞪大眼睛，满脸惊愕。侍从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一脚将祭司踹飞出去。“我叫你滚！”夕阳的余晖洒在宏伟的宫殿建筑上，整座府邸在暮色中显得肃穆而冷寂。管家张开双臂，满脸堆笑：“来吧，小家伙，到这里来。”勒布莱恩整个人缩进公爵的怀里，只有这个怀抱让我感到安全，其他地方都好可怕。莉亚看着这一幕，有些局促的开口：“这孩子看起来吓坏了，他平时不这样的，请让我们陪他几个小时吧。”都伯雷德公爵说道：“好吧。”管家和莉亚满脸惊愕，异口同声的惊叫道：“真的吗？”勒布莱恩心中满是忐忑，他小声的道歉：“公爵大人，对不起。”都伯雷德公爵说道：“这小家伙太沾我了。”管家和莉亚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都伯雷德公爵看向勒布莱恩：“不是吗？”勒布莱恩一脸茫然的眨着大眼睛，莉亚露出僵硬的微笑：“是的，没错。”他走进房间，房门缓缓合上。勒布莱恩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刚才听到的话：“公爵说我是他的女儿。”他颤抖着伸出小手，紧紧抓住了公爵的衣襟。“那么我可以留在这里吗？哪怕只是一小会儿？我甚至可以不穿鞋子，我也会吃的很少很少，我会乖乖听话的。”都伯雷德公爵低头看着他，语气平静而坚定：“你留在这里，我会收养你。”勒布莱恩猛地睁大眼睛，他明明总是带着那样冷冰冰的表情，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柔软呢？都伯雷德公爵轻轻拍抚着他的背：“好了，勒布莱恩，现在可以睡了。”勒布莱恩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眼皮越来越沉，他顺从的闭上眼睛，陷入了安稳的梦乡。不知过了多久，勒布莱恩兴奋地举起手中的板子：“快写下来！”莉亚微笑着回应：“好的，我这就为你写下来。”勒布莱恩高高举起写着自己名字的板子：“勒布莱恩·都伯雷德，我终于被收养了，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公爵大人果然非同寻常，他捏碎了神殿祭司的手臂，竟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听说连皇帝都亲自出面帮他跟神殿调解了，多半是公爵大人给了他们不少好处吧。勒布莱恩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我只要在这里待上5年就好，等我到了10岁，就能像成年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了。到时候哪怕肚子饿了或者想睡觉，我也绝对不会再像个小孩子一样哭闹，然后我就能离开这里了。我得乖乖表现，然后在这里攒够旅行的钱。身后的2位女仆正在交谈。“2位小少爷快到了吗？”达利拉回应：“是的，马车已经进入城堡了。”勒布莱恩的目光突然被达利拉袖口上一枚摇摇欲坠的纽扣吸引，他惊呼一声，凑上前去。他指着那枚纽扣说道：“它快要掉下来了，把它给我吧。”达利拉被逗笑了：“要不要连我的心也一起给你啊？”莉亚出声阻止：“不行，万一他不小心吞下去就糟了。”勒布莱恩有些失落的垂下头：“真可惜，那可是我的旅行资金啊。”身材魁梧的女仆将纽扣串在了一起，这样他就没法吞下去了吧？莉亚看着这一幕，有些尴尬的回应道：“我想也是。”勒布莱恩兴奋的满脸通红，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如果是这种高品质的纽扣，一定能卖不少钱。艾米趴在窗台边，好奇的向下张望，那是泰拉莫尔伯爵。元老院的人也跟着他一起来了，不知道这次又是来找什么麻烦的。勒布莱恩眨了眨眼睛，泰拉莫尔伯爵猛地抬头，眼神锐利而冰冷，透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威严。
勒布莱恩猛地一颤，下意识地向后退缩。利亚抱起勒布莱恩，快把窗帘拉上，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这孩子。艾米拉紧了厚重的窗帘。如果元老院决定像对待那几位小少爷一样，对他进行那种残酷的血统教育，而且那个老人的眼神真让人毛骨悚然。利亚换上一副温和的笑脸，小家伙，我们要去用餐吗？勒布莱恩有些疑惑，不在这里吃吗？用餐通常是在各自的房间里进行的。公爵大人平时很忙，总是在办公室里随便吃一点。那个老头，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房门被轻轻推开，长长的餐桌旁坐着几个人。勒布莱恩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然而，当他看清餐桌前的景象时，疑惑眨了眨眼睛。他们是谁啊？都伯雷德公爵坐在主位上，微微侧过头看向勒布莱恩。他将勒布莱恩抱到怀中，指着其中一人介绍道：“这是老二亨利。”亨利停下手中的动作，露出一抹温和的微笑。都伯雷德公爵指向另一边：“这是老三伊萨克。”伊萨克显得冷淡许多，静静地坐在那里，神情端庄而疏离。勒布莱恩看着他们，虽然两人都拥有同样的银发蓝眼，性格却似乎完全相反。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简直就是公爵的缩小版。传闻中，公爵的长子正在海外学院留学，似乎并没有回来的打算。都伯雷德公爵宽大的手掌扶在勒布莱恩肩头，向对面的少年们介绍道：“这是勒布莱恩。”亨利微微眯起眼，露出温和的笑意：“你好，勒布莱恩，我很期待接下来的相处。”伊萨克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专注地盯着餐盘里的食物。亨利用胳膊戳了戳他，伊萨克这才抬起头，缓缓说出自己的名字：“伊萨克。”勒布莱恩心里暗暗感叹，这家伙长得可真高。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挫败，低头看了看自己短小的手脚，明明自己也在努力长大，可速度却慢得让人心急。这两个少年绝非等闲之辈，他们年纪轻轻就凭借自己的天赋，在没有家族支持的情况下，登上了各自领域的顶峰。尤其是次子亨利，他是个在极年轻时就能掌控帝国资金流向的天才，在20岁出头就成为了分家之主。他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总能在法律的边缘游刃有余地获取利益。而三子伊萨克则是武学天才，他在战场上从未有过败绩，未来注定会成为帝国4大骑士之一。那些曾被他教训过的地痞流氓，至今提起他的名字还会浑身发抖。在原本的命运轨迹中，他们会被称为米娜的哥哥，像亲生兄妹一样守护着米娜。勒布莱恩攥紧了小拳头，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一定要留下个好印象。他抬起头，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你们好，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千万不要攻击我。亨利微微眯起眼，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勒布莱恩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他在笑，看来我们或许能好好相处。然而，当勒布莱恩跟着他们走进书房时，气氛瞬间凝固了。伊萨克俯视着勒布莱恩：“你知道怎么吃胡萝卜吗？”勒布莱恩愣在原地。知道。伊萨克大声喊道：“你是兔子吗？”勒布莱恩一脸茫然，那家伙是在骂我笨蛋吗？他转过头，看到亨利正坐在书桌前忙碌。勒布莱恩悄悄凑过去，想看看这位天才在写些什么。他踮起脚尖，好奇地盯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表。亨利察觉到了身边的动静，停下笔，转过头：“你有话要说吗？”勒布莱恩指着桌上的东西：“我很想看看那张图。”伊萨克双手枕在脑后，一脸鄙夷：“你又在想办法挪用公款了吧？”亨利头也不抬的继续书写：“这叫筹集秘密资金。”你这个白痴！勒布莱恩站在一旁，整个人都呆住了。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懂什么秘密资金？亨利分析着，现在的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时期，伊萨克突然插话：“你应该买铁对吧？一旦战争爆发，用来制造武器的铁价就会飞涨。”亨利冷哼一声，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真是个半吊子的回答。”伊萨克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反驳：“什么？我说的没错啊！”亨利说道：“那是商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开战，贵族必须向国家捐赠铁矿，所以铁在那种时候根本赚不到钱。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黄金才是硬通货，货币在战争中只会贬值。”勒布莱恩感觉自己仿佛踏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谁家的小孩会懂这些东西啊？难怪当初面对突击审计时，这两个人能表现得那么淡定，原来从小就在钻研这些。伊萨克指着勒布莱恩：“你要是敢因为我不懂黄金就瞧不起我，我就杀了你！”勒布莱恩拼命摆着小手：“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刚才是在想你长得真帅。”伊萨克愣住了，原本凶恶的神情瞬间凝固，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是吗？别以为你是命运之子就可以得意忘形，我也是很强的。”亨利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看向勒布莱恩：“人们都说都伯雷德家族是冷酷无情的家族，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只要没有利用价值，都不会得到任何怜悯。”他微微俯身，既然连血亲都无法幸免，那么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勒布莱恩两只小手抓着头发，脑子里乱成一团。大概是因为刚才坐在公爵腿上吃饭太紧张了，所以现在胃好难受。而且他们说的话，我真的一句也听不懂。亨利继续说道：“真希望他们的贪婪不会缩短自己的寿命。”勒布莱恩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大人们都说，会乖乖回答的孩子才会被疼爱。于是他努力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大声回应道：“是的。”亨利和伊萨克都愣住了，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伊萨克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眼角甚至挤出了泪花。亨利
则是一脸惊愕，他瞪大眼睛盯着勒布莱恩，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勒布莱恩牵着莉亚的手，在走廊上欢快地蹦跳着，他扬起脸，大声笑着，清脆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亨利微微皱起眉头，心中暗自思忖：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在装纯真吗？还是说他身上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不相信小孩子会因为年纪小就真的天真无邪。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弟，那个3岁就能识字读书的天才。虽然在我看来，他依然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但即便是那样的笨蛋，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城府和算计。在英才学院见过的那些同龄人，那里的孩子个个都像毒蛇一样阴险，在那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绝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向家族告发、教皇与神殿勾当的孩子，怎么可能真的天真无邪？亨利冷哼一声，况且他可是那个命运之子。一名随从神色慌张地汇报：少爷，您根本不知道那个女孩演得有多像，她已经把公爵大人的膝盖当成自己的专属座位了。万一那个小丫头真的被收养了怎么办？这样下去您的地位可就危险了。亨利下定决心，我必须盯着她才行。伊萨克正对着墙壁疯狂挥拳，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亨利皱起眉头，你在干什么？伊萨克猛地转过身，他迅速别过头去，双手抱胸，大声反驳：他一点都不可爱。亨利冷冷地看着他，看来你已经彻底沦陷了。伊萨克长红了脸，大声吼道：我才没有，他真的一点都不可爱，我只是想戳一下他那肉嘟嘟的脸颊而已。刚才明明想大声吼他的，可嗓子眼里却痒痒的，根本使不上劲。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你以为我会像那些大人一样，轻易就被他俘虏吗？我一定要好好折磨他。他走到勒布莱恩面前停下，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勒布莱恩仰起头，有些不知所措。他在干什么啊？这种时候应该做点什么才行。伊萨克突然沉下脸，语气变得异常严厉：不要妄想觊觎不属于你的位置。亨利站在不远处，他看着这一幕，心中充满了疑惑。那个小鬼在干什么？他该不会是想，如果那个蠢货敢动用武力威胁，那他绝对会输得一败涂地。伊萨克突然大声宣布：我要做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猛地伸出手，高举着面包，我要在你面前一个人把这个面包全部吃光。亨利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他们难道都是笨蛋吗？勒布莱恩气鼓鼓地指着伊萨克：你怎么能这样，竟然一个人躲起来吃面包？你根本没打算分享对吧？如果我因为看着他吃东西而感到饥饿，该不会直接冲过去揪住他的头发吧？如果我真的动手揪了他的头发，我绝对会被赶出去的。勒布莱恩拼命摇着头，我才不会那么贪心。伊萨克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很好，真是个乖孩子。勒布莱恩抓着他的衣服，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面包。伊萨克愣了一下，这个吗？勒布莱恩拼命地点着头。伊萨克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拿你没办法，分你一半好了。他将面包递到了勒布莱恩面前，勒布莱恩猛地凑上前，一口咬住了面包，这绝对是加了糖的，太好吃了。伊萨克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真的很喜欢吃啊。他自己也咬了一口面包，味道确实还不错，我也只是随手拿了一个而已。莉亚不知何时出现在一旁，她托着腮，微笑着看向正凑在一起的2个孩子。哎呀，小姐！勒布莱恩吓了一跳。莉亚之前说过今天会给我准备草莓，还特意叮嘱过绝对不能吃零食。他指着伊萨克大声喊道：是他给我的。伊萨克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措手不及，他猛地转过头，满脸通红：是我给他的。莉亚温柔地笑了笑，原来是这样，既然是和少爷一起分享，那这次就破例原谅你吧。勒布莱恩长舒了一口气，真是太好了。莉亚轻轻抱起勒布莱恩，我是来接小姐午睡的。勒布莱恩趴在莉亚的肩头，伸出小手朝着身后的伊萨克挥了挥手。伊萨克愣在原地，脸颊瞬间变得通红，他猛地低下头，用手捂住滚烫的脸，在心里疯狂地呐喊着：他一点都不可爱，真的一点都不可爱。将莉亚、勒布莱恩放到床上，刚才在餐厅里看到你们相处的那么融洽，我真的很开心。我就知道小少爷们一定会喜欢你的，毕竟谁能拒绝这么可爱的孩子呢？勒布莱恩小声嘟囔着：不是那样的，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我，我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在找到真正的避难所之前，我必须在这里生存下去。既然如此，只要经常见面，大家一定会慢慢变得亲近起来的。勒布莱恩深吸一口气，一定要讨得小主人们的欢心才行。第二天清晨，勒布莱恩想起听到的传闻，亨利和伊萨克今天中午会来吃午饭吗？他躲在门后探出头。亨利和伊萨克是非常忙碌的人，至于到底有多忙，勒布莱恩独自坐在宽阔的楼梯上，看着空荡荡的长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远处出现了一个身影，亨利正抱着书走过来。勒布莱恩刚想上前打招呼，却发现几名随从迅速围拢过去，他们挡住了亨利，低声交谈着，似乎有处理不完的公务。勒布莱恩站在远处，默默停下了脚步。他跑向训练场，看到伊萨克正挥动木剑，全神贯注地进行练习。他刚要出声，身材魁梧的骑士们便挡在了他的面前，他们神情严肃地围住伊萨克。勒布莱恩只能无奈地趴在墙边叹气，他心中暗自盘算，既然他们平时都这么忙，那么今天的午餐就是唯一的计划了。我打算在吃完饭后，用最自然的方式邀请他们一起玩。餐厅内，都伯雷德公爵坐在主位，亨利和伊萨克坐在长桌一侧。侍从注意到了门口的身影，那是小姐吗？您一定是因为想念公爵大人才过来的吧？勒布莱恩站在高大的餐厅门前，完全不是那样。都伯雷德公爵招了招手，过来这里。勒布莱恩乖巧的回应：好的。他
他小跑着来到桌边，都伯雷德公爵伸手将他抱了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同用餐。绿发加陈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小姐真是个温柔又可爱的孩子，而且一点也不挑食。看到这么小的孩子能开心的吃下青椒和胡萝卜，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多有礼貌啊！真想向所有人炫耀我们的小姐。勒布莱恩整个人僵在原地，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他微笑着挥了挥小手：“大家好！”家臣们顿时陷入了疯狂的赞叹中，他们互相推搡着大笑。勒布莱恩红着脸低下头，为什么感到尴尬的人反而是我？他偷偷看向餐桌对面，目标亨利和伊萨克都沉默不语，气氛冷淡到了极点。勒布莱恩委屈地垂下眼睛，眼眶里转动着泪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发展的。沉重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泰拉莫尔伯爵拄着拐杖走进餐厅。抱歉，我来晚了。勒布莱恩盯着他，那个人就是上次见到的。泰拉莫尔伯爵在餐桌旁坐下，位置离都伯雷德公爵非常近。勒布莱恩沉思着，难道他是高阶官员吗？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他猛地睁大眼睛，难道是虐待孩子的那位？泰拉莫尔伯爵并没有孩子，那么他到底虐待了谁？在泰拉莫尔伯爵势力范围内的孩子只有亨利和伊萨克。勒布莱恩猛地摇头，不可能，除非疯了才会去虐待都伯雷德公爵家的儿子，这本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疯狂的事情总是时有发生。米娜惊讶地问道：“什么？伯爵的女儿被他的家庭教师殴打了吗？”阿米蒂埃公爵点头回应：“他们是这么说的。”米娜叹了口气：“真是件可怕的事。所以那种事情在这里也同样发生着。在我以前的世界里也发生过这种事，保姆虐待他们照顾的孩子，幼儿园老师在全班面前殴打小孩。”勒布莱恩沉思着：“我不能100%确定泰拉莫尔是不是那种疯子。如果他真的虐待了谁，那会是他们两个中的哪一个？亨利很聪明，他不会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目标。伊萨克看起来很有攻击性，难道他真的忍受着虐待直到长大吗？”侍从看向勒布莱恩：“食物不合你的胃口吗？”勒布莱恩猛地回过神来，他有些慌乱的回应：“很好吃。”他一边往嘴里塞着食物，一边暗自思忖：“我也许是跳到了结论上，但是我需要确认一下。”他拉着侍从的手跑在走廊里：“快点！”侍从无奈地跟在后面。好的。侍从正在与一名骑士交谈。怎么了？侍从回应：“小姐说她想看看训练场。”勒布莱恩悄悄观察着前方，正在训练的亨利察觉到了动静，他停下动作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勒布莱恩张开双臂跑了过去：“我想和伊萨克还有亨利一起玩。”伊萨克扛着木棍大笑起来：“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见我吗？真是个麻烦的小鬼。”勒布莱恩趁机仔细观察着伊萨克，他的脖子上没有淤青或伤痕，脚踝上也没有袖口处的痕迹，我分不清是因为训练留下的，还是被打出来的。亨利身上也有抓痕，也许亨利在训练中也受了很多伤。勒布莱恩悄悄凑近亨利，想要看得更清楚些。他的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前倒去。亨利接住了他，神情依旧平静。勒布莱恩愣了片刻：“谢谢你，亨利。”亨利微微一笑：“别放在心上。”勒布莱恩看着他的笑容，虽然他在笑，但眼神却像是在说离我远点。即便如此，我不觉得他是个坏孩子。他虽然冷淡，但并没有过分的敌意。伊萨克嘲讽道：“你连路都走不稳吗，笨蛋！”勒布莱恩陷入沉思。亨利和伊萨克如果真的遭受过虐待，那该有多害怕啊！我了解那种感觉，我知道大人的手掌落下来时有多么恐怖。泰拉莫尔伯爵的声音向前：“原来你们3个在一起啊！”泰拉莫尔伯爵伸出手揉搓着勒布莱恩的手：“小孩子的手真软啊，你很听话。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就不需要受罚了。”勒布莱恩僵在原地，他看着泰拉莫尔，心中充满了恐惧。没错，就是他，他就是我在第一事件过的那个男人。泰拉莫尔伯爵曾愤怒地咆哮着：“为什么不把我送出国？”他死死盯着阿米蒂埃公爵：“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那个男人一定会杀了我的。”阿米蒂埃公爵说道：“虐待那个孩子的责任就在你身上，我会帮你逃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证词，也能成为揭露你罪行的证据。”泰拉莫尔俯下身，对着面前的亨利和伊萨克说道：“从现在起，我会协助2位少爷的学习。那么我们一起去书房吧。”勒布莱恩心中警铃大作，他是想把孩子们带走吗？绝对不行！他猛地大喊出声：“不要！”侍从转过头，眉头紧锁，目光中透着一丝疑虑。他迈步向前，语气冷淡地问道：“是什么风把这么忙的人吹到这里来了？”泰拉莫尔呵呵一笑：“我刚好有点空闲时间，所以来看看我可爱的学生们。”他转身离去，看来问候还是留到下次比较好。骑士开口说道：“所以泰拉莫尔这次又要负责少爷们的教育了。”侍从神色凝重，一定是受了长老会的影响。我需要去见公爵大人，我会尽快回来。在那之前，你要照顾好少爷和小姐。骑士恭敬地回应：“是的。”勒布莱恩四处张望，必须找到被泰拉莫尔虐待的孩子。伊萨克显得有些烦躁，他双手抱在脑后，大声抱怨道：“看来那些长老会的老家伙们又自作主张了。”亨利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勒布莱恩心中猛地一沉，那个被虐待的孩子竟然是亨利。阳光洒在训练场上，各就各位，比赛继续。勒布莱恩盘算着接下来的对策。我应该把真相告诉公爵吗？不行，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就算指控泰拉莫尔虐待，或者指出亨利身上的伤痕，他也大可以辩解说那是训练中受的伤。如果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乱说，反而会让自己变成那个奇怪的人。他悄悄侧过头，观察着坐在一旁的亨利。最好的情况是让亨利自己开口，可他直到现在都保持沉默，说明他一直在刻意隐瞒。像亨利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隐瞒这种事？就在这时，训练场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息。勒布莱恩被这股力量震得猛地一缩，发出一声惊叫。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这不可能！伊萨克站在场中，周身环绕着狂暴而耀眼的蓝色灵气，灵气是只有精英骑士团中极少数圣骑士才能掌握的力量，竟然出现在了一个孩子身上。伊萨克身形一闪，带起一串残影冲向对手，对手发出一声惊叫，狼狈地瘫倒在地上。我投降了，少爷！伊萨克高举长剑，眼神冰冷，在实战中没有投降这种事，如果你在决斗中输了，就只有死路一条。勒布莱恩坐在场边，双手合十抵在胸前，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好可怕！伊萨克察觉到了这股视线，猛地转过头，他看着勒布莱恩受惊的模样，原本冷硬的神情瞬间崩塌，心中一阵慌乱。我很可怕吗？对手吓得魂飞魄散，请不要杀我，少爷，我家里有妻儿老小。伊萨克收起长剑，真无聊。对手如获大赦，谢谢少爷饶命。勒布莱恩看得目瞪口呆，心里暗自嘀咕，居然有人会觉得这种场面无聊，那可是差点出人命啊！亨利叹了口气，缓缓站起身来，接下来轮到我了，出来吧。勒布莱恩拖着下巴，亨利到底有多强呢？考虑到他一直被那个叫泰拉·莫尔的老头子折磨，教官的声音响起，比赛继续。亨利站在场中，一股幽蓝色的能量从他体内升腾而起，伴随着一声沉重的闷响，强大的冲击波扩散，直接将对手掀翻在地。教官大声宣布，比赛结束，胜者是亨利少爷。勒布莱恩惊得目瞪口呆，双手死死捂住脑袋，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冲击之中。亨利很强，强的简直离谱。既然他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那为什么还会被泰拉·莫尔虐待？勒布莱恩有些疑惑，为什么像亨利这样强大的人会被那个老头子压制住？一名白发骑士握紧长剑，那么请继续。两柄长剑在空中激烈碰撞。勒布莱恩沉思着，如果亨利动真格的话，泰拉·莫尔恐怕早就没命了。亨利猛地向后退去。勒布莱恩看着眼前的局势，即便我并不精通剑术，也能看出亨利比对手要强得多。难道是因为对方年纪大了，所以亨利在故意放水吗？周围的侍卫们开始小声议论，少爷是在让着他吗？毕竟对方是个老兵，一定是这样。勒布莱恩歪着头，是那样吗？老兵听到议论，发出一声怒吼：“别小看我！”他猛地挥剑劈下，划伤了亨利的腹部。老兵再次挥剑，剑锋直逼亨利。勒布莱恩惊恐地瞪大双眼，他会受伤的。他张开双臂冲了过去，住手！不准打他！亨利愣在原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勒布莱恩，眼神中充满了惊讶。老兵解释道：“小姐，这只是训练。”勒布莱恩大声反驳：“爷爷明明是在生气，而且还在打亨利，这根本不是训练，带着情绪的攻击不是训练，是暴力。”老兵愣住了，他收起长剑，有些尴尬地摸着后脑勺。确实如此。他朝亨利伸出手，非常抱歉。亨利神情冷淡，侧过头避开了对方的视线。到此为止吧。他转身离开练武场。勒布莱恩默默注视着亨利离去的背影，眼中满是担忧。亨利独自走在台阶上，他停下脚步，伸手轻轻撩起衬衫的下摆，腰侧有一道明显的红肿伤痕，那是刚才比试中留下的痕迹。勒布莱恩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你受伤了吗？他围着亨利转来转去，在哪里？快让我看看。亨利说道。你在做什么？勒布莱恩一脸严肃地盯着他。你受伤了，我必须给你上药。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难道亨利是害怕医生吗？很有可能，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勒布莱恩看向亨利，你是害怕医生吗？医生爷爷人很好的。亨利大声反驳，我怎么可能会害怕医生？我只是讨厌老头子而已。勒布莱恩愣住了，重复着他的话，老头子？难道说前任公爵在自己的孙子面前亲手杀害了次子克里斯，仅仅是因为克里斯是个跛子？他说自己不需要有缺陷的孩子。如果当时目睹前任公爵行凶的孙子就是亨利呢？如果是这样，他当然会害怕那些年长的男人，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恐惧。无论他现在表现得多么聪明，那时候他也只是个孩子。他把这种对年长者的恐惧视为自己的弱点，甚至偏执地认为，如果自己表现出任何瑕疵，就会被抛弃。泰拉·莫尔一定知道亨利的心理创伤，所以他才故意把亨利从公爵身边支开，利用这种恐惧来折磨他。如果亨利去举报泰拉·莫尔的暴行，他那关于年长男性的心理创伤就极有可能暴露。勒布莱恩紧紧攥住拳头，那个可恶的老头子。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沉默，毕竟泰拉·莫尔是长老会的成员，他的话显然比我更有分量。如果我贸然开口，亨利未必会承认，反而会让我看起来像是在胡言乱语，甚至可能因此被赶出去。勒布莱恩看向身旁的亨利，他正低着头，脸色苍白，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这种时候，小孩子的身体真是最糟糕的。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亨利的头。亨利猛地一颤，你在做什么？勒布莱恩轻声说道，我会保护你的，亨利。亨利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女孩，眼中的惊愕渐渐散去。勒布莱恩沉思着，老家伙，我会让你见识一下我这第4次人生的处世之道。勒布莱恩坐在草地上，手中摆弄着刚采下的紫色小花。莉亚问道，你喜欢紫罗兰吗？勒布莱恩点头，是的，很漂亮。勒布莱恩的眼神悄悄往旁边瞥去，已经到了下午4点，那个人应该快到了。他深吸一口气，随后缩了缩肩膀，莉亚，我好冷。莉亚露出担心的神情，那我们要进去吗？勒布莱恩果断地拒绝，不要，我要把这个做完，送给莉亚。他捧着一簇鲜花，笑得天真烂漫。莉亚双手捧着脸颊，感叹道，天哪！勒布莱恩心里盘算着，我应该把莉亚留在这里。莉亚回过头，庄园的铁门外，几名警卫正严密地守卫着。他弯下腰对勒布莱恩说道，我去拿件外套和毯子来。勒布莱恩乖巧地回应，好的。莉亚
转身走向城堡的方向。勒布莱恩站在原地，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要为了亨利去教训那个老头子，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时间回到昨天，房门被推开，侍从走了进来。他看着勒布莱恩，小姐是什么风，把您吹到公爵大人的书房来了？勒布莱恩仰起头，大声宣布道：“我要见公爵大人。”侍从抱起勒布莱恩，快步跑进书房。公爵大人，孩子来了。都伯雷德公爵轻咳一声，放下了手中的笔。勒布莱恩顺势爬上他的膝盖。都伯雷德公爵扶住他的手，大老远跑过来，你到底在计划什么？勒布莱恩在心里默默说道：“当然是搜集情报。”公爵看向侍从，关于建立新咨询机构的提案进展如何了？侍从汇报：我们计划今天向随行人员宣布议程。勒布莱恩仔细聆听着，只要待在公爵身边，就能弄到关于泰拉莫尔的情报。不知过了多久，公爵问道：“元老院内部没有反对的声音吗？”侍从思索着回答：“事实上，他们正处于互相牵制的平衡状态，尤其是泰拉莫尔和卡恩。”勒布莱恩猛地抬起头：“泰拉莫尔。”侍从继续分析：“泰拉莫尔和卡恩这两个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死对头，接下来的局势恐怕会演变成一场无声的战争。”勒布莱恩听着这些情报，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泰拉莫尔有死对头，如果计划顺利，我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庄园大门外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勒布莱恩屏住呼吸，观察着。他来了。卡恩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入庄园，作为都布莱德家族的亲信，他正准备处理接下来的政务，却在路过庭院时停下了脚步，目光落在了那个蹲在花丛边的小小身影上。他有些意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这位传闻中的命运之子。他走上前去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天气相当冷。勒布莱恩内心欢呼，终于等到这个提问了。他猛地转过身，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我在等泰拉爷爷。”卡恩愣了一下，随后皱起眉头，确认：“你是说泰拉莫尔吗？”勒布莱恩用力地点了点头：“是呀，我和伊萨克他们都要一起去听课。”卡恩露出极其不屑的神情，那种人能教出什么好东西？一个没落的家族，加上一个毫无学识的老头子，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他那种人根本不配当老师。勒布莱恩反驳：“不对，爷爷是最棒的。他还说这次会穿上一件超级酷的长袍呢，那是都布莱德元老院的象征，也正是卡恩一直渴望得到的那件。”卡恩难以置信地问道：“他真的这么说了吗？”勒布莱恩认真地点了点头：“我亲耳听到的。”卡恩咬紧牙关，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简直是一派胡言。那个位置明明应该是我的。勒布莱恩歪着头，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可是他说一切都已经定下来了呀。卡恩紧张地追问：“难道主席的位置也？”勒布莱恩的嘴角微微上扬，而且他说：“我们要一起看着那个自以为长袍是他的笨蛋留下悔恨的血泪。”大叔，你要和我们一起看吗？卡恩整个人僵在原地，牙齿咬得咯吱作响。他猛地转过身：“我还有事要处理，先走了。”勒布莱恩挥动着小拳头：“加油呀，大叔，去和泰拉莫尔狠狠打一架吧。”长老们议论着，如果建立新的咨询机构，我们的议事会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你真的打算坐视不管吗？长老理事会主席诺克平淡地回应：“公爵大人的意志非常坚定，作为家臣，除了服从主人的命令，别无选择。”一名成员有些急躁地追问：“你到底在说什么？”诺克举起酒杯，语气变得低沉而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等待一位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新主人。”他突然点名泰拉莫尔。泰拉莫尔猛地一颤：“是的。”诺克缓缓说道：“年轻的主人们是都伯雷德的未来，必须以最诚挚的态度去教导他们，当然用一种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泰拉莫尔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不用担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彻底完成了。”卡恩站在不远处，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死死盯着泰拉莫尔那副得意的嘴脸，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几名男子正聚在一起交谈，一人看向泰拉莫尔，说道：“看来大人终于要穿上长者之袍了。”泰拉莫尔摆了摆手：“不要太过吹捧我这个老头子。”他的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机会终于来了，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家族被认为微不足道，那些年轻人总是抢走所有的机会。”他的眼神变得愈发锐利，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议长正在关注我，想要把那些年轻人培养成符合我口味的样子，简直易如反掌。亨利因为那段创伤根本无法反抗我，至于伊萨克就更简单了，只要在精神上施加压力，一切就结束了。泰拉莫尔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终于我成为长老的日子就要到了。”男人笑着凑到泰拉莫尔身边：“等您成为长老的时候，请务必记得我。”泰拉莫尔回应道：“那是自然，我怎么可能会忘记你呢？”卡恩迈着步子走来，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为了一个还没到手的梦想，竟然连家人都能出卖。”男人神色慌张，支支吾吾地说道：“如果按资历来排的话，不应该是泰拉莫尔大人吗？”卡恩冷笑一声：“所谓的资历，难道不是他在我们家当仆人时攒下的吗？”泰拉莫尔猛地转过头，眼神中透出愤怒的寒光。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火药味吓得缩起了脖子，对一个年纪足以当你父亲的长辈，竟然如此无礼。卡恩嗤笑出声：“这也没办法，泰拉莫尔伯爵，你身上还留着以前当随从时的习惯呢。”周围的人群开始交头接耳，低声的议论在走廊里蔓延开来。卡恩俯视着泰拉莫尔说道：“一个勉强糊口的随从，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少爷们的家庭教师，活得久了，真是什么都能见到。”他在泰拉莫尔耳边低声说道：“你觉得我掌握了多少关于你的弱点？”泰拉莫尔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卡恩直起身子，语气冰冷的警告：“你最好不要觊觎那些不属于你的位置。”泰拉莫尔站在原地，愤怒让他的身体剧烈发抖。他死死攥住自己的衣角，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要杀了他，一定要把他撕成碎片。勒布莱恩踮起脚，好了，让我看看。窗外的庭院里，几名家臣证据在一起激烈的争论。我们绝不能把杜伯雷德的未来交给一个身份不匹配的家庭教师，必须重新考虑这项任命。勒布莱恩沉思着，他们今天也在努力的争吵呢。卡恩不愧是年纪轻轻就成为长老候选人的人，果然很擅长玩弄这种肮脏的手段。在一处集会上，卡恩挥舞着手中的文件。都伯雷德的教育已经持续了数代人，一直以来都委托给那些忠诚的家臣。如果我那去世的父亲知道泰拉·莫尔这种人成了长老，他一定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周围的人群纷纷点头。没错，这简直是耻辱。卡恩继续说道，自从泰拉·莫尔接管以来，小主人们的成绩已经下降了大约12%。无论如何，泰拉·莫尔绝对不能被接受。泰拉·莫尔听着那些针对他的指责，脸色阴沉的可怕。勒布莱恩捂着嘴偷笑，真是令人满意。很高兴我挑起了这场争斗，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泰拉·莫尔身上，除非他是个傻瓜，否则他现在绝不敢对亨利动手。几名女仆围了上来，为什么我们的小宝贝今天心情这么好呀？艾米兴奋地说道，你知道我今天带来了一匹新的摇木马吗？另一名女仆不甘示弱地反驳，是因为我带来了一件价值3000金币的皮草。两人开始争执起来。勒布莱恩看着他们，其实我哪个都不在乎。艾米拉起勒布莱恩的手，走吧，小姐。勒布莱恩心中暗自叹气，我还是应该假装玩得很开心才行。他被女仆们牵着手走下台阶，迎面撞见了伊萨克。伊萨克怀里抱着一本书，你终究只是个小孩子，不是吗？勒布莱恩停下脚步，你要去哪里？伊萨克神情淡然地回答，去训练场参加训练。我哥哥正在参加补考，但我所有的题目都答对了，所以很快就结束了。勒布莱恩愣在原地，什么？他心中一阵惊愕。虽然伊萨克确实很优秀，但论起智力，亨利显然要更胜一筹。勒布莱恩在走廊里飞奔，亨利不可能没通过考试，伊萨克都通过了，这绝对不可能。他故意只把亨利留了下来，是谁干的已经显而易见了。他猛地推开沉重的木门，发出一声巨响。房间内，亨利正跪在地上，一只手痛苦地捂着红肿的脸颊。泰拉·莫尔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勒布莱恩看着这一幕，我原以为他只是在利用暴力洗脑，让亨利变得听话，但我错了，暴力并不是洗脑的工具。泰拉·莫尔转过头，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上课时间在这里做什么呢？勒布莱恩咬紧牙关，你这个混蛋，这不是在上课，你刚才打了亨利。泰拉·莫尔轻笑出声，这可真是个危险的说法，我怎么敢动手打年轻的主人呢？勒布莱恩直视着泰拉·莫尔，语气坚定地说道，我会负责到底的。泰拉·莫尔摸着胡须，我从未做过那种事，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那也只是出于爱的轻微触碰，所以请不要打扰授课。勒布莱恩冷冷地看着他，这个男人正将他那卑微出身带来的自卑感全部发泄在贵族的孩子身上，并以此为乐。勒布莱恩瞥见桌上放着一支尖锐的钢笔，他猛地冲上前去，一把抓起钢笔。泰拉·莫尔还没反应过来，勒布莱恩已经将笔尖狠狠扎进了他的手背。泰拉·莫尔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鲜血溅落在桌面上。他捂着鲜血淋漓的手背，不可置信的怒吼：“这是什么疯狂的行为？”勒布莱恩挡在亨利身前，眼神冰冷而决绝：“你觉得这是什么？我只是在用爱抚摸你，你这个混蛋！”亨利呆呆地坐在地上，仰头望着挡在自己面前的娇小背影，眼中满是震惊与动摇。亨利愣在原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勒布莱恩转过身，伸出手：“走吧，亨利。”两人并肩走向敞开的大门，消失在光芒之中。泰拉·莫尔愤怒地大叫一声，勒布莱恩回过头，压低声音说道：“公爵很快就会发现你是如何虐待亨利的。”泰拉·莫尔猛地一颤，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勒布莱恩抬头看向身旁的亨利，小声说道：“去医生那里吧。”亨利愤怒地吼道：“你疯了吗？难道你不害怕吗？”勒布莱恩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他。亨利继续大声喊道：“这会有后果的。泰拉·莫尔大人是个邪恶的人。”勒布莱恩坚定地回应：“我不害怕，我一点也不害怕，泰拉·莫尔大人，因为我知道，比起暴力，真正让人痛苦的是留在亨利内心的伤痕，比起手臂的疼痛，比起挨打后持续整晚的高烧，那种恐惧感才是最伤人的。正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所以才无法视而不见。”勒布莱恩双手紧握在胸前，眼中含着泪水，看向亨利：“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医生叔叔，那我们去找女医生好吗？”亨利愣住了，他看着眼前的女孩，神情显得有些动容。他开口说道：“没关系。”勒布莱恩反驳：“亨利在受伤，如果宝宝受伤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亨利猛地推开勒布莱恩的手：“我告诉过你少管闲事，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任何人。”勒布莱恩站在原地，呆呆地望着亨利离去的背影。泰拉·莫尔快步走在长廊上，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该死的，那个该死的丫头！她绝不是个普通的孩子，哪有4岁的孩子会那样说话？那种眼神，那种完全不属于孩子的压迫感，那根本不是什么命运之子，而是神殿送来的恶魔。那种狡猾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神圣的存在。”泰拉·莫尔的脸色阴沉的可怕。即便如此，你以为我会输给你这种小鬼吗？他停在公爵办公室门前，深吸一口气，抬手敲响了房门。“公爵大人，我是泰拉·莫尔。”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办公室内响起。“你是说泰拉·莫尔大人竟然做了那种事吗？”泰拉·莫尔在门外僵住了，冷汗顺着额角流下。难道那个孩子已经告状了，说我对亨利动了手？
他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神色慌张的大喊：“请等一下，公爵大人，请先听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情呢？”他看着屋内众人阴沉的脸色，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果然已经听到了什么。泰拉莫尔急忙摆手说道：“这全都是那个小丫头的阴谋，我绝对不敢对小少爷做出那种事。”都伯雷德公爵坐在高位上，怀里抱着勒布莱恩，他冷冷地重复道：“小少爷。”目光中透出令人胆寒的杀意。卡恩冷冷地问道：“你到底在说什么？”泰拉莫尔额头渗出冷汗，神情愈发慌乱。“我的意思是，我才是那个受委屈的人。”勒布莱恩对着泰拉莫尔做了个鬼脸，说要告诉公爵大人关于亨利的事，其实只是诱饵。你以为我已经把亨利的事情上报了，对吧？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陷入恐慌，然后露出马脚。泰拉莫尔在心中疯狂地盘算着，从一开始，这个女孩就没打算上报这件事，她才来这里几个月而已，而且她还是神殿送来的，那是我们的宿敌。相比之下，我是为家族效忠了一辈子的家臣，显然我才是更值得信任的那个人。况且亨利因为心理创伤，根本不会开口说话，就算那个女孩去告状，也不会有人相信他。泰拉莫尔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可恶，他故意让我显得很可疑，引诱我引起大家的注意。卡恩冷冷地看着泰拉莫尔，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你为什么会对那个孩子的一点小失误大吼大叫，但听了你刚才说的话，看来事情并不只是那样，否则你绝不可能表现得如此可疑。勒布莱恩躲在公爵怀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泰拉莫尔面色惨白，我被算计了。卡恩看向公爵，这太可疑了，他怎么敢在这种状态下找借口？在他被证明清白之前，我们绝不能把少爷们的教育托付给他。侍从站在一旁，是的，确实需要进行调查。公爵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眼神冰冷而深邃，透出一股令人胆寒的压迫感。泰拉莫尔声音颤抖着说道：“公爵大人。”他独自走在昏暗的长廊上，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该死，真是见鬼了！明明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一阵细微的笑声从暗处传来，泰拉莫尔猛地停住脚步，惊恐地看向声音的源头。勒布莱恩从阴影中缓缓走近，捂着嘴发出一阵轻快的窃笑。泰拉莫尔愤怒地瞪着他：“你这个该死的小鬼，你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吗？”勒布莱恩歪着头，手指抵在唇边：“那你要怎么做呢？”泰拉莫尔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我会揭发你，告诉所有人你是神殿派来的恶魔。”勒布莱恩露出一副无辜的神情：“爷爷真是个笨蛋，你刚才可是亲口承认了自己有所隐瞒，现在还有谁会相信你呢？”泰拉莫尔整个人僵在原地，因为这件事，我不仅失去了公爵的信任，连长老会也不会再支持我了。就算我现在揭露他的真实身份，他们也只会觉得我在撒谎。泰拉莫尔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猛地伸出手，死死揪住勒布莱恩：“你这个贱人！”勒布莱恩的脸上不见丝毫恐惧。“你怎么知道的？”他轻快地笑着，语气中带着一丝诡异的调侃。“我以前的外号确实叫疯狗呢，因为一旦被激怒，我可是会咬人的。”泰拉莫尔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袭来，他惊恐地瞪大双眼，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勒布莱恩冷冷地命令道：“放手！如果我把你另一只手也废了，你打算怎么办？”他心中暗自嘲讽，看来他真的是因为我年纪小就看清了我。在前世，我曾是终日在后巷徘徊的乞丐，像你这种养尊处优的贵族发出的威胁，对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演变成了一场比之前更加剧烈的骚乱。卡恩挥舞着拳头，愤怒地呐喊：“解除他的职务！我们要求立即停止他的工作！”周围的人群群情激愤，叫喊声此起彼伏。泰拉莫尔惊慌失措地看向前方，“主席大人！”诺克怒斥道，“立刻给我滚出去！”一纸公文清晰地写着，在调查完成之前，泰拉莫尔的职务将被全面暂停。走廊里，几名官员议论着局势的变化。这么一来，卡恩大人注定要成为新的长老了。卡恩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事情终于回到了他们应有的轨道上。他看到勒布莱恩换上一副亲切的笑脸：“这不是小姐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勒布莱恩点了点头，他看着卡恩那副格外热情的模样，心中有些纳闷，为什么他见到我这么开心？卡恩眨了眨眼，语气真诚地说道：“我欠您一个人情。”勒布莱恩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认为是我帮了他。既然这样的话，勒布莱恩双手捧着脸颊，是因为卡恩大人教训了那个坏爷爷吗？他在心中暗自盘算，必须趁现在彻底把他拉拢到我的阵营。米申克听后开怀大笑，自豪地回应：“没错，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以后再也不敢在这里露面了。”勒布莱恩立刻欢呼起来：“好厉害！”卡恩被这纯真的夸赞击中了心底，整个人愣在原地，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勒布莱恩看着他的反应，心中暗自得意，这就是活了4辈子的人才有的社交手腕。他继续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卡恩：“我也要成为像卡恩大人一样帅气的大人。”卡恩有些不好意思地轻咳一声：“不只是感到不便的时候，只要您有任何需要，请随时告诉我。”勒布莱恩灿烂地笑着：“好的。”卡恩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女孩，心情大好，他微微欠身告辞：“我们还有个会议要参加，就先失礼了。”勒布莱恩乖巧地挥了挥小手，目送着一行人离去。随着脚步声渐远，勒布莱恩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好了，接下来我该去看看亨利了。书房的门虚掩着，勒布莱恩悄悄躲在门后，只探出一个小脑袋。如果再打扰他，他肯定会生气的。我就偷偷看一眼。突然，一双手从背后猛地按住了勒布莱恩的肩膀。“你在干什么？”勒布莱恩发出一声尖叫。伊萨克微微皱眉：“你在偷看我吗？”勒布莱恩慌乱地摆着手：“不是的。”伊萨克俯下身：“那是为什么？”勒布莱恩缩着脖子：“我只是在看，不是在偷看。”伊萨克一脸困惑：“那有什么区别？”
勒布莱恩心里有些纠结，如果说我是来看亨利的，他肯定又要对我发火了，但我真的不能不来看看他。艾米神情严肃地与莉亚交谈：“泰拉莫尔今天要来城堡吗？”莉亚点了点头：“是的，为了配合调查，所以请务必照顾好小姐。”艾米有些迟疑地说道：“众目睽睽之下，他应该不敢对小姐动手吧？”莉亚的眼神变得愈发忧虑，她可是那种会对2位少爷下手的人。虽然少爷们说他没有真的动手，但谁能保证一个疯子不会再做第2次？勒布莱恩握紧了拳头：“我绝对不能让他再次接近亨利。”伊萨克双手抱胸，露出一副早已看穿一切的神情：“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勒布莱恩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已经察觉到了关于泰拉莫尔对小少爷们做过什么的传闻已经传开了？伊萨克可不是个笨蛋，他肯定会以为我是来找亨利的。伊萨克兴奋地大喊：“你一定是听说今天有点心蛋糕吃，所以才特意跑过来的吧？”勒布莱恩愣在原地，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伊萨克果然还是个笨蛋。伊萨克闭着眼睛说道：“你没必要那样急着跑过来，这里还剩下很多呢。”勒布莱恩盯着眼前的巧克力蛋糕，完全忘记了亨利的存在。他看着蛋糕流下了口水，最近一直在做大人的思考，肚子总是饿得很快。伊萨克双手抱在胸前，傲娇地哼了一声：“这又不是专门为你留的，我只是不太喜欢甜食而已。”勒布莱恩连连点头：“对。”他突然想起一件事，真奇怪，我记得前几天你还很喜欢那些面包。伊萨克猛地睁开眼，慌乱地大声反驳：“我没有。”一旁亨利无奈地叹了口气。勒布莱恩看向亨利，谢天谢地，他看起来似乎并不痛苦，看来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勒布莱恩手里紧紧攥着叉子，嘴里塞满了巧克力蛋糕。伊萨克拖着下巴问道：“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勒布莱恩含糊的回应：“伊萨克，谢谢你。”伊萨克显得有些局促：“你没必要谢到这种程度。”勒布莱恩心想：如果我还是乞丐的时候吃到这个，大概会因为太好吃而心脏停跳吧。伊萨克看着他这副模样，问道：“明天早上还想吃吗？”勒布莱恩双眼放光：“伊萨克，你最棒了。”伊萨克有些得意的笑了笑：“晚餐的时候我也给你带一些。”勒布莱恩兴奋的欢呼：“伊萨克，你真是太帅了！”伊萨克补充：“既然你这么说，那后天我也给你带一些吧。”勒布莱恩的眼睛里倒映着草莓蛋糕，整个人陷入了狂热的崇拜中。伊萨克，你在发光！伊萨克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脸，语气却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勒布莱恩双手托着脸颊，在他眼里，任何给他蛋糕吃的人都是大好人。他继续埋头苦干，小嘴塞得鼓鼓囊囊，幸福的咀嚼着。厚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发出轻微的声响。几名女仆躲在门缝后面，看着屋内的景象，发出了小声的惊叹：“天呐！”夕阳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房间，将一切都染成了温暖的颜色。夜幕降临，窗外的月光静洒进书房。伊萨克和亨利正坐在长桌前，专注地翻阅书籍，笔尖在纸张上摩擦出沙沙的声响。勒布莱恩坐在一旁，小小的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身体随着困意左右晃动。亨利开口说道：“困了就去睡觉。”勒布莱恩猛地惊醒，泰拉莫尔随时可能出现，我必须保护亨利。他用力揉了揉脸颊，才不要。亨利继续说道：“你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勒布莱恩强撑着沉重的眼皮，迷迷糊糊地站起身：“我去洗个脸。”他走到伊萨克身边，悄悄说了什么。伊萨克点了点头：“好的。”勒布莱恩走出房间，反手关上了沉重的大门，长舒了一口气：“我真的累坏了，整天像个大人一样思考，已经够疲惫了，还要熬夜到这么晚，简直要命。”他独自走在空旷幽暗的长廊上，脚步声在寂静的空间里回荡。洗手间是在这个方向吧？一只手猛然伸出，勒布莱恩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泰拉莫尔的手死死捂住勒布莱恩的嘴：“你真的以为我只会盯着亨利不放吗？”他推开房间门，将勒布莱恩狠狠摔在地上。勒布莱恩强忍着恐惧，对着泰拉莫尔吼道：“我可不像亨利，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只要你在我身上留下一点力量的痕迹，立刻就会被发现。”泰拉莫尔阴沉着脸，眼神中透出疯狂的恶意。想要让人痛苦，并不一定非要动手。他从怀中掏出一块深蓝色的晶体，勒布莱恩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是蓝色尖晶石，这种特殊的宝石常被用来提取神圣力量，是制作圣具的核心材料。宝石的颜色饱和度越高，能抽取的能量就越庞大。在市场上，这种高纯度的尖晶石往往价值连城，备受追捧。然而，对于被抽取力量的人来说，这却是截然不同的噩梦。如果体内的神圣力量被抽取到极限，受害者要么当场毙命，要么会彻底陷入疯狂。泰拉莫尔阴冷地盯着勒布莱恩：“我可不能让你疯掉。”勒布莱恩咬紧牙关，心中满是决绝。与其那样，我宁愿死掉，再次回归。泰拉莫尔紧握着那块发光的尖晶石，歇斯底里地咆哮着：“我这30年来建立的一切全都毁了，我失去了作为少爷们导师的地位，甚至连主席都抛弃了我。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你这个小畜生！”勒布莱恩心中一阵冰冷，他已经彻底疯了。他颤抖着喊道：“别过来，再靠近我就叫人了！”泰拉莫尔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尽管叫吧，我也很好奇，到底是救兵来得快，还是你的神圣力量被抽干得更快？”亨利猛地伸出手，一把推开泰拉莫尔：“放开他！”勒布莱恩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亨利有心理阴影，他根本无法反抗泰拉莫尔。亨利紧闭着双眼，身体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剧烈颤抖。蓝色晶石摔在地上，瞬间崩裂破碎。泰拉莫尔看着破碎的宝石，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满脸不可置信。他一把揪住亨利的衣领：“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垃圾！”勒布莱恩大声哭喊：“不许碰他！不许用你那肮脏的手碰他！”公爵缓步走来，周身环绕着冰冷的寒气。他抬起右手，掌心凝聚着
令人胆寒的能量。泰拉莫尔惊恐地瞪大双眼，冷汗顺着额角滑落。公爵大人怎么会在这里？勒布莱恩冷笑一声：“你这个蠢货，在那样挑衅你之后，你真的以为我会毫无防备的一个人乱跑吗？”勒布莱恩凑近伊萨克，去把公爵叫来。他的眼神中透出前所未有的坚定。我熬夜到这么晚，可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亨利。我早就料到你这种人只敢在深夜里像老鼠一样溜出来。泰拉莫尔，你的末日到了。泰拉莫尔神色慌张地解释：“公爵大人，这其实是……”公爵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一切。泰拉莫尔突然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向后倒去。卡恩捂住额头，该死！元老院的走狗竟然虐待直系后裔，这是足以铲除元老院的大事，但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引发内战。公爵神色严峻地喊道：“亨利！”亨利猛地一颤，脸色苍白地看向前方。都伯雷德公爵俯视着他，亲口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亨利低着头回应：“没什么。”都伯雷德公爵语气冰冷：“那该由我来判断。”泰拉莫尔神色惊恐地大喊：“这是误会，我会解释的。其实是因为……”公爵再次发动攻击，泰拉莫尔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瘫倒在地。勒布莱恩看着这一幕，这是吴永畅魔法，真的可能做到这种事吗？简直不可思议。亨利神色平静地说道：“那只是一件小事。”都伯雷德公爵反问：“你管暴力行为叫小事？”亨利说道：“我只是想看看他这种荒唐的行为会持续多久。”都伯雷德公爵猛地抓住亨利的手腕：“你打算抓住他的弱点，等他成为议员后再加以利用吗？”我讨厌骗子，如果那个人是我的儿子，我会更加厌恶。亨利低垂着眼帘，一言不发。都伯雷德公爵愤怒地吼道：“亨利！”勒布莱恩突然冲了过来，死死抱住都伯雷德公爵的手臂。“不要！”都伯雷德公爵停下动作，低头看向身边的孩子。勒布莱恩带着哭腔：“亨利很害怕，公爵大人也让亨利感到害怕，我也好害怕。”他放声大哭：“我一定是疯了，竟然敢纠缠一个能无咏唱使用魔法的怪物，这比爬进狮子嘴里还要可怕。”虽然害怕得手脚发抖，但亨利还只是个孩子，他真的还太小了。都伯雷德公爵缓缓松开了紧扣住亨利手腕的手。亨利咬紧牙关，猛地转身跑开。勒布莱恩愣了一下，随即迈开小腿追了上去。亨利一把推开他。勒布莱恩跌坐在地，发出一声闷响，他急忙站起身。亨利不是残次品。亨利愣住了，神色复杂地注视着他。勒布莱恩继续说道：“我也很害怕尖锐的东西，也很害怕青蛙。害怕并不是什么坏事。”他走上前，紧紧抓住亨利的手臂：“我会保护你的。”亨利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要矮小的女孩，脑海中回想着那些冰冷的话语。都伯雷德不需要残次品。勒布莱恩说道：“我们一起去找公爵大人吧。”亨利猛地挥手：“谁让你多管闲事了？你凭什么干涉我的事？你以为你是谁？”他发出一声冷笑，眼神中充满了敌意。“你以为被收养了，我们就是真正的兄妹了吗？”勒布莱恩僵在原地，呆呆地看着他。亨利继续嘲讽：“别开玩笑了，没有人会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儿当成家人。”他语气决绝地吼道：“滚开！”勒布莱恩低着头，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亨利紧抿着唇，一言不发地转过身。亨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人们转向我寻求答案，想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勒布莱恩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搅在一起，说道：“所以基本上他在书房里挨了打。”家臣满脸困惑，为什么少爷对此只字未提？勒布莱恩避开众人的视线，心中暗自盘算，那是因为他曾受过长辈带来的创伤。我编造了一个借口，因为现在还不是说出真相的时候。如果我告诉他们真相，亨利可能会更加讨厌我。都伯雷德公爵站在窗边，手抵着下巴，陷入沉思。勒布莱恩注视着他，公爵大人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异样。都伯雷德公爵说道：“把泰拉莫尔关进地牢，由子爵亲自负责审讯。”一名家臣急切地说道：“我们不能让议会就这样逃脱罪责，是议会强行把泰拉莫尔塞过来当家庭教师的。”都伯雷德公爵说道：“必须封锁亨利长期遭受虐待的消息。”家臣们愣在原地，仅凭今天的事件就足以处死泰拉莫尔，但为什么要忽略过去发生的事情呢？都伯雷德公爵的语气不容置疑：“都退下！”律法家臣不甘心地劝说：“这是我们压制议会的大好机会。”都伯雷德公爵猛地抬起头，眼中透出森然的寒意：“我说了退下！”家臣们被这股威压吓得浑身一颤，不敢再多言半句。侍从公下身子，对勒布莱恩轻声说道：“我们走吧。”勒布莱恩抬起头，目光在公爵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后默默跟在他们身后离开了房间。律法家臣低声问道：“你觉得公爵大人到底在想什么？”侍从叹了口气，他大概没打算解散议会，我想那是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律法家臣说道：“我能理解他的考量，但作为一个父亲，他表现的实在太冷酷了。”勒布莱恩听着这些议论，心中暗自思忖，直到前任公爵去世的那一刻为止，现任公爵执行了每一项危险的命令。他曾是那样憎恨自己的前任，却为何要做到那种地步？或许是因为前任公爵掌控着3位年轻的少爷，因为他的孩子们被当做了人质。正因如此，即便是在那场凶险万分的巨龙讨伐战中，他也始终冲在最前线，隐瞒亨利遭受虐待的真相，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吧。即便议会解散导致内战爆发，都伯雷德公爵也一定会赢。这本该是他铲除眼中钉议会的绝佳机会，然而他却放弃了。他是为了亨利。都伯雷德公爵察觉到了亨利的创伤，如果要将议会卷入其中，就不得不公开亨利的软弱，必须揭开过去每一个痛苦的细节。他明白这样做会将亨利的脆弱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他知道这个孩子无法反抗长辈。都伯雷德公爵最终选择了沉默，以此来守护儿子最后的尊严。
权势之子的弱点一旦暴露，便会永远身处险境。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亨利。侍从低声下令，确保今天发生的事一个字都不要泄露出去，加强城堡内的戒备。紫发骑士微微躬身，要在小少爷身边安排守卫吗？长发骑士插话：“泰拉莫尔会被审讯，直到死的那天。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伤害小少爷？”紫发骑士立刻制止他：“你就不能安静点吗？”侍从说道：“公爵大人现在心情很糟，别再去招惹小少爷了。”亨利猛地睁开眼睛，在这间被黑暗笼罩的寂静卧室中，连他微弱的呼吸声都仿佛沉入了死寂。房门被轻轻推开，勒布莱恩探出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屋内的动静。他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心中暗自嘀咕：亨利睡着了吗？亨利猛地闭上眼，睫毛微微颤动，假装已经陷入熟睡。勒布莱恩凑近看了看，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真的睡着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粉色的小药罐，轻轻拧开盖子，指尖站起一大块乳白色的药膏。勒布莱恩将清凉的药膏涂抹在亨利受伤的脖子上，动作轻柔而缓慢。亨利的身体猛地一僵，突如其来的触碰让他下意识发出一声闷哼。勒布莱恩被吓得魂飞魄散，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他屏住呼吸观察了许久，见亨利没有进一步的反应，才拍着胸口长舒了一口气。在那寂静的深夜，一份微小的温暖终于触碰到了亨利的心底。勒布莱恩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他伸出小手，温柔地拍抚着亨利的肩膀。没关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颗嫩绿的新芽正悄然破土而出。亨利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淋湿了枕头。勒布莱恩沉思着，这种痛苦的感觉以前也曾有过，那是被瓦卢瓦公爵殴打的时候，也是被诬陷为杀人未遂而遭受酷刑的时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勒布莱恩蜷缩在冰冷的铁栏后，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仅仅是有人能触碰一下自己。他曾无数次祈祷，希望有人能对他说一句话，哪怕是谁都好，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告诉他明天会变得更好。亨利愣住了，感受着那份久违的温度。深夜的月光透过窗户，勒布莱恩悄悄推开沉重的房门，确认四下无人后，消失在昏暗的转角。亨利坐起身，笨蛋，到底在叫谁宝贝啊？他的思绪飘回到过去，那个总是跟在自己身后的身影，明明已经表现出厌恶，明明已经明确拒绝过，可还是像个甩不掉的小尾巴，固执地跟随着。即便被推开，他也会再次凑上来，脸上带着那种让人心烦意乱的笑容。我曾用最恶毒的话语嘲讽他，你真的以为只要表现得善良，大家就会接纳你吗？勒布莱恩低垂着眼帘，神情显得有些落寞。亨利沉思着，那些伤人的话语，我其实并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羞愧与恐惧。真相是我一直在害怕。每当泰拉莫尔举起手，我仿佛就能看到祖父的幻影，那个幻影重叠在父亲的身上，发出严厉的咆哮。为什么你总是达不到我的期望？残次品根本不配做我的孩子。亨利的瞳孔因恐惧而颤抖，那些冰冷的锁链仿佛再次缠绕上身，就像很久以前祖父伤害自己的亲生骨肉时那样。所以真相是，我只是在害怕，害怕自己也会变成那样的人。勒布莱恩紧紧抓着亨利的手臂，眼神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会保护你的。那一刻对我而言，就像是得到了救赎。亨利独自坐在空荡的房间里，那些曾经束缚他的阴影，似乎在这一刻终于开始消散。清晨的阳光洒进走廊，女仆正躲在门后窥视着外面的动静。走廊里乱成一团，人们神色慌张地奔走相告，到处都是嘈杂的争吵声。琳达捂着嘴感叹道：“真是乱七八糟。”艾米分享着刚听到的消息，听说3位推荐泰拉莫尔的长官都被撤职了，而且建立咨询机构的提案也通过了。莉亚说道：“这次连议长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呢。”艾米摊开双手，议长肯定也察觉到了泰拉莫尔这段时间是怎么虐待亨利小主人的。如果这种虐待行为被彻底曝光，议会就完蛋了。莉亚突然冷冷地打断：“注意你的言辞。”女仆们被吓得立刻噤声，整齐地缩起脖子。气氛稍微缓和，琳达小声说道：“反正泰拉莫尔现在是彻底完了。”艾米说道：“去过地下监狱的仆人说，他的状态看起来非常糟糕。”莉亚面无表情地回应：“那是他应得的，理所当然。”女仆们忍不住发出一阵哄笑。勒布莱恩心中有些担忧：“亨利还好吗？”莉亚察觉到他的异样：“小姐。”勒布莱恩回过神来：“没什么。”阴暗潮湿的地下监狱里，2名守卫笔直地站立在铁牢门前。泰拉莫尔对着守卫嘶吼：“求求你们，帮我给议长传个话！我知道那个命运之子的秘密，只要他们发现那个女孩其实是个恶魔，一切就能翻盘。公爵必须为收养一个恶魔付出代价，被排挤的元老院会重新掌权，而我也能。”守卫冷冷地看着他，一派胡言，谁会相信一个疯子的话？泰拉莫尔愤怒地摇晃着铁栏：“我没疯！”守卫发出一声嗤笑：“如果你没疯，怎么敢对小主人动手？要是议长见到你，肯定会当场砍掉你的脑袋。”泰拉莫尔气得浑身发抖：“你们这些混蛋！”沉重的地牢大门缓缓开启，守卫们恭敬喊道：“小主人！”亨利面无表情地走入地牢。泰拉莫尔看着走近的身影，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上天果然没有抛弃我。关于亨利受虐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外面去。亨利停在牢房前，冷冷地对守卫下令：“在我叫你们之前，所有人都在外面守着。”守卫们齐声应道：“遵命。”泰拉莫尔哀求道：“求求你放我出去！”亨利沉默地注视着他，眼神中没有一丝波澜。泰拉莫尔见状，急切地抛出筹码：“我保证绝不会泄露您受虐的事情，所以请让我见见议长吧。”亨利冷冷地说道：“如果你见到了他，
打算做什么？泰拉莫尔张大嘴巴咆哮，当然是向那个女孩复仇。亨利猛地抬起手，掌心凝聚起耀眼的蓝色魔力。泰拉莫尔还没反应过来，一股强大的魔力冲击便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他痛苦地喷出一口鲜血。亨利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手中的魔力法阵不断扩张。泰拉莫尔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这不可能！你这个残次品，怎么敢直视我的眼睛？”亨利平静地回应：“我不是残次品，所以我再也不会感到害怕了。”泰拉莫尔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魔力如锁链般死死勒住他的喉咙。那些曾经让亨利窒息的束缚，如今已化作满地的金银碎片。因为已经有人对我说过，他会保护我。亨利微微侧过头，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嘲讽的弧度。我的小妹妹可不是什么柔弱的女孩，她是勒布莱恩。那天晚上，勒布莱恩正躺在温暖的房间里，安稳地睡着，对地牢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那个曾经以勒索为专业，以逃税为爱好的家伙，那个甚至将美貌当作武器的人，如今竟然成了勒布莱恩身边的一只小狗。阳光明媚的花园凉亭里，勒布莱恩正坐在餐桌前，他发出一声惊叹，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女仆们一起照看着用餐的勒布莱恩，勒布莱恩一边吃着，一边含糊不清地感叹着美味。艾米察觉到琳达神色异样，开口问道：“琳达小姐怎么了？”琳达忧心忡忡地说道：“如果小姐因此留下心理创伤，该怎么办？别忘了，她也曾被都伯雷德伤害过。”听到这话，身边的2名女仆露出惊恐的神情。经你这么一说，童年阴影可是会伴随一生的。他们陷入了可怕的想象中，小姐长大后会变得无法信任他人，甚至毁掉余生。勒布莱恩一脸淡然地吃着东西。我才不会因为这种事留下创伤，我经历过比这糟糕的多的事情。女仆们聚在一起，他们看着勒布莱恩，眼中满是心疼与怜悯。小姐，在他们眼中，勒布莱恩是那样善良、聪明且珍贵的存在，这种保护欲让他们忍不住将勒布莱恩紧紧搂在怀里，甚至开始流泪。勒布莱恩有些不知所措，琳达刚才说的话好像是从哪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莉亚微笑着打断了这感伤的氛围。够了！勒布莱恩看着莉亚，回想起泰拉莫尔罪行被揭露的那天，他当时的反应简直判若两人。那天女仆们得知那个混蛋竟然对年幼的小姐下手，愤怒瞬间爆发，这简直太荒谬了！那个畜生竟然敢动小姐一根汗毛！琳达气得满脸通红，大声斥责道：“那种连野兽都不如的垃圾！莉亚，你也这么想吧？”莉亚的眼神冰冷的可怕，她缓缓握紧手中的匕首，真是个败类！我要亲手宰了他！莉亚周身散发出的杀气，让周围的女仆们大惊失色，她们乱作一团，有人死死抱住莉亚的腰，有人拽住她的裙摆。冷静点，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至少先考虑一下怎么处理尸体啊！勒布莱恩看着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太可怕了！回忆散去，莉亚温柔地看着勒布莱恩：“我们现在出发吗？”勒布莱恩愣愣地反问：“去哪？”莉亚微笑着：“您今天要和公爵大人一起用餐。”勒布莱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和公爵大人吃晚餐吗？”最近他似乎格外忙碌，那副严厉冷峻的神情简直比恶魔还要恐怖。勒布莱恩绝望地心想：我还是先去准备点助消化的药吧。在华丽而压抑的餐厅里，都伯雷德公爵正优雅地切割着盘中的食物，他神情冷峻，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勒布莱恩小心翼翼地插起一小块蔬菜，他感觉胃部一阵翻腾，这种沉闷的氛围让我几乎要消化不良了。伊萨克走进了餐厅，向公爵大人问安。勒布莱恩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原来伊萨克也要一起用餐。紧接着，亨利迈着平静的步伐走进来，向公爵大人问安。勒布莱恩有些惊讶，自从泰拉莫尔的事情发生后，亨利就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甚至禁止贴身侍从进入。侍从们曾为此感到十分困扰，只能守在紧闭的房门外，无奈地端着托盘等待。勒布莱恩注视着亨利，他看起来气色好多了，虽然依旧沉默，但能看到他重新走出房间，我感到由衷的欣慰。餐桌上只有餐具碰撞的轻响，勒布莱恩在心里暗暗叫苦：难道一家人吃饭总是这么安静吗？这和我在原本家族时的氛围完全不同，那时候的餐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难道是因为那次事件让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了吗？就在这时，亨利放下了餐具，打破了沉默。公爵大人，我想从天才学院休学一段时间，留在领地内接受教育。公爵停下手中的动作，抬头看向亨利，理由呢？勒布莱恩疑惑，在泰拉莫尔事件之后，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亨利身上，他确定还要留在这里吗？亨利平静地回应，正因为这次事件会引起很多议论，我才打算留在领地内处理后续事务。公爵沉默片刻，简短的回答：知道了。餐厅内再次陷入死寂，勒布莱恩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家人沟通的方式简直比陌生人还要冷淡，无论之前的成长环境多么糟糕，这种家庭氛围也太让人窒息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感，让我感到一阵恶寒。这哪里像是一家人在吃饭，简直像是在进行某种冰冷的商业谈判。公爵看向勒布莱恩，说起来，你还真是喜欢甜食啊。勒布莱恩吓了一跳，呆呆地看着公爵，我完全没料到他会突然对我说话。公爵伸手将一颗鲜红的草莓放进勒布莱恩的餐盘里，这个给你。勒布莱恩愣住了，公爵大概是误会了，以为我刚才一直盯着他的盘子是在觊觎那颗草莓。亨利正拿着手帕擦拭嘴角，勒布莱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原来亨利也喜欢吃草莓。公爵察觉到勒布莱恩的视线，有些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勒布莱恩猛地站起身，大声宣布：亨利也喜欢吃草莓。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公爵和亨利都露出了错愕的神情。公爵从自己盘子里
抓起一颗草莓，塞进了亨利的盘中。勒布莱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太好了，亨利也吃到了。亨利看着盘子里的草莓，他低声说道：“谢谢。”勒布莱恩双手托着腮，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一幕，这才是家人该有的样子。虽然仅凭一颗草莓还无法彻底打破公爵与亨利之间那道厚重的墙，但只要情况再慢慢好转，那么总有一天，这个冰冷的餐厅会变得温暖起来吧。公爵轻咳一声：“够了。”勒布莱恩转过头，兴冲冲地喊道：“伊萨克也要，给伊萨克也分一点草莓。”公爵无奈地将草莓分给了伊萨克。一旁的侍从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原本冰冷压抑的餐厅，因为这颗草莓多了一丝温情。晚餐结束后，勒布莱恩走在长廊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是因为刚才的气氛太紧张了吗？感觉根本没吃饱，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去哪里找点吃的呢？他突然停下脚步，整个人僵在原地，一股阴冷而诡异的气息从前方的门缝中渗出，伴随着断断续续的低语：“宝贝，我的宝贝。”勒布莱恩捂住耳朵，这种感觉和触碰纽石的时候一模一样。到底是什么？声音传来的地方就在那边。勒布莱恩迈开脚步，他停在一幅巨大的画像前。这是一幅肖像画吗？他仰头注视着画中的男人。这幅画是什么？画框明明很旧了，却一点也不显得突兀。但声音不是从肖像画里传出来的，似乎是从那颗紫水晶里传出来的。声音愈发清晰，仿佛在呼唤着什么。莱恩惊恐地缩起肩膀，那股声音在脑海中剧烈震荡。这到底是什么声音？他的身体猛地摇晃了一下，视线开始模糊，整个人无力地栽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耳边传来急促的呼喊声：“小鬼！”不知过了多久，周围传来了压抑的交谈声。明明检查不出任何异常，为什么他还不醒过来？你确定仔细检查过了吗？勒布莱恩沉思着，是谁在小题大做？公爵对着一众医生怒吼：“再去检查一遍，找出他昏倒的原因。如果还想保住脑袋。”勒布莱恩感叹：“好可怕的声音！”公爵又在生气了。他就算不生气的时候也很吓人，一旦生气就更恐怖了。勒布莱恩猛地睁开眼睛，满脸惊恐：“等等，公爵大人！”医生跪在地上，颤抖着辩解：“是真的，公爵大人，小姐的身体真的没有任何异常。”亨利说道：“那种话谁都会说。”公爵的声音冷得像冰：“给我找出勒布莱恩昏倒的原因。如果找不出原因，每隔1个小时就割断一个人的喉咙。”勒布莱恩吓得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发出尖叫。亨利和伊萨克立刻围拢过来。勒布莱恩一脸疑惑：“为什么他们都这样黏着我？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公爵俯身看向他：“你还好吗？”勒布莱恩暗自庆幸，幸好醒得及时。我是教会送来的命运之子，如果我再多这里倒下，教会肯定会以此为借口，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所以我的身体状况至关重要。他看着跪在地上求饶的医生们，但即便如此，也没必要杀掉医生啊！他急忙挥动小手喊道：“医生叔叔和阿姨们，每天都有帮我检查身体。”公爵沉默地注视着他。勒布莱恩努力挤出笑脸，摆出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所以，就算生病了，我也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对吧？医生们如获新生，纷纷掩面而泣。感谢小姐。勒布莱恩挺起小胸脯，神情严肃地说道：“所以，杀掉医生叔叔们是不对的。”医生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小姐怎么能如此善良温柔，简直就是我们的阳光。公爵和两兄弟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这一幕。勒布莱恩松了一口气，多亏了我的拼命辩护，叔叔们总算保住了性命。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窗外鸟鸣阵阵。亚当单膝跪地，神情虔诚且坚定：“我亚当·摩尔，今后定将为小姐献出生命。”他泪流满面地攥紧拳头。公爵大人竟然完全不把医生的性命当回事，这份恩情我绝对不会忘记。多亏了小姐，我们才躲过了公爵的怒火。勒布莱恩有些不知所措：“我只是不想让事情变得更麻烦而已。”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既然身体检查不出任何异常，难道真的是诅咒吗？如果想确认诅咒，就必须去找神殿的祭司，但我绝对不想再和教会扯上任何关系。万一运气不好，他们肯定会以解除诅咒为借口，强行把我带走。利亚问道：“您感觉怎么样？”勒布莱恩回过神来，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容：“我没事了。”利亚松了一口气：“那真是太好了。当亨利少爷和公爵大人抱着您进来时，我真的吓坏了。”勒布莱恩愣住了：“亨利和公爵是他们把我抱回来的吗？”利亚轻声说道：“您不知道他们当时有多担心。”勒布莱恩有些不敢置信：“连亨利也那样做了吗？我原本以为他们很讨厌我。”真是太好了，看来我已经积累了不少好感度，但这只是为了逃亡而扣下的第一粒纽扣。现在的都柏雷德对我来说就像天堂一样，但未来会有所不同。当真正的命运之子出现时，我这个冒牌货就会被揭穿。即便是那位看起来像个慈父的阿米蒂埃公爵，最后也那样抛弃了我。在未来，我会被当成封印仪式的祭品，全世界都会想要我死。仅仅因为我现在身处都柏雷德，并不意味着公爵会永远保护我。如果要保护我，就意味着要与全世界为敌。勒布莱恩祈祷：“首先是钱，我必须赚很多钱，赚钱才是硬道理。”他搬出大象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掏出纽扣，一枚接一枚地数着，一共25颗。勒布莱恩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攒了这么多，但不能一直只收集纽扣，是时候认真地攒一笔私房钱了。”他看向墙上的日历，虽然我没有本钱，不能像亨利那样搞投机，但我已经想到了赚钱的办法。很快，一名通缉犯就会躲进都柏雷德，那是一个连皇室都在严密监视的危险人物，因为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所以悬赏金高的惊人。勒布莱恩露出一抹势在必得的笑容：“只要抓住他，赏金就是我的了。”利亚突然出现在身后：“小姐。”
勒布莱恩吓得一激灵，整个人缩成一团。莉亚，你什么时候来的？莉亚疑惑地看着他，就在刚才。您是不是在自言自语什么？勒布莱恩慌乱地大喊，我在学习。莉亚欣慰地笑了笑，原来如此，看来是时候让您开始识字了。我会把这件事禀报给主人的。勒布莱恩在心里哀嚎，我已经学过3遍帝国语了，就算用脚趾头写都能写出来啊！我不需要什么优秀的老师，我需要的是那个值钱的通缉犯。然而事与愿违，莉亚还是将这件事禀报给了公爵。就这样，勒布莱恩迎来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老师的履历惊人的令人啧舌，他是帝国大学的首席毕业生，也是历史上通过帝国行政考试最年轻的人才，甚至拥有为无数名门望族教导子嗣的丰富经验。这位了不起的老师名字叫做尤金。尤金微笑着说道：“我被指派来负责小姐的课程。”勒布莱恩看着眼前的男人，没错，他就是那个在未来被称为帝国之师的人。勒布莱恩开口问道：“你现在不应该在处理行政事务吗？为什么会来教我？”尤金沉默了一瞬，露出有些无奈的笑容。如果你知道我办公桌上堆了多少文件，你可能会和我一起哭出来的。勒布莱恩沉思着，比起这些，我更想调查那个混蛋的下落。在勒布莱恩的前世，那个男人曾将他推向断头台。如果他真的是个恶魔，甚至连神都会感到恐惧。那个男人就是那个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命运之子而不惜毁掉他人生活的恶棍。勒布莱恩咬紧牙关，我一定要在那个混蛋行动之前抓住他。尤金将手按在桌上的卡片上，我们先从字母开始学习吧。勒布莱恩乖巧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尤金捧着脸感叹：“真是太聪明了！我真希望我们能多雇一些行政官，这样我就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对你的教育中了。”勒布莱恩问道：“会有新人要来这里吗？”尤金点了点头：“是的，上个月我们通过笔试选拔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从明天开始，他们将和第2批测试一起开始接受培训。”勒布莱恩很清楚，都伯雷德在招募人才时从不看重出身，他们平等的对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有才之士。正因如此，这里聚集了许多能力出众的人，但这种做法也有一个致命的弊端，那就是罪犯也可能趁机混入其中。这是一个通缉犯四处藏匿的时代，而这种混乱的局面恰恰为躲藏提供了完美的条件。勒布莱恩的嘴角微微上扬，这或许是一个能轻松抓住那个通缉犯的好机会。就在这时，房门被猛地踹开，伊萨克和亨利闯了进来。伊萨克快步走到勒布莱恩：“你的感冒彻底好了吗？”勒布莱恩愣愣地回应：“是的。”他皱起眉头，伸手按住勒布莱恩的额头：“为什么这孩子还是这么虚弱？”亨利推开伊萨克的手，因为他还只是个孩子。亨利微笑着看向勒布莱恩：“你好，勒布莱恩，你的神圣力量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印记或者异常？”勒布莱恩看着亨利，总觉得有些奇怪。今天的亨利感觉和往常不太一样，那种感觉并不是冷漠，也不是像平时那样带着疏离感的微笑，而是某种说不上来的异样感。亨利说道：“很抱歉上次说了那么过分的话，我一直想找机会向你道歉。”勒布莱恩看着他温和的神情，终于明白了这种异样感的来源，他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没关系的。”亨利抚摸着勒布莱恩的头：“你真的很温柔。”伊萨克听到这话，整个人僵在原地，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大声抗议道：“这家伙对我的态度可完全不是这样的。”亨利神色冷淡地说道：“我只关心我的人。”伊萨克猛地跳起来大喊：“凭什么？这小鬼是你的人？他是我的人才。”对，勒布莱恩只觉得一阵头疼，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公爵伸出手，稳稳地将勒布莱恩抱进怀里：“她是我的女儿。”伊萨克和亨利顿时哑口无言，只能在心里暗暗腹诽：真是太小气了。勒布莱恩靠在公爵怀里：“公爵大人，您不忙吗？”公爵说道：“一点也不忙。”伊萨克在一旁气得直跺脚：“只有您一个人能见到那个小鬼，这太不公平了！我甚至还专门为他准备了喜欢的零食。”公爵转过头问道：“不公平吗？”伊萨克说道：“您总是那个抱着这小鬼的人。”亨利在一旁平静地补充：“这话倒也没错。”公爵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带着挑衅的笑意：“父亲抱着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公平的？”亨利说道：“我们也需要和勒布莱恩相处的时间，如果他只待在您身边，以后见到我们时会感到不自在的。”伊萨克在后面挥舞着拳头声援：“哥哥说的对。”公爵目光冷峻地对上两个儿子的视线，空气中仿佛有火花在激烈碰撞。父子3人就这样僵持着。公爵低头看着怀里的勒布莱恩，他肯定更想和他的父亲待在一起。伊萨克急切地凑上前：“小鬼，你也想和我们一起玩对吧？”亨利在一旁冷静地附和道：“没错，你也需要时间来和我们变亲近。”3人同时盯着勒布莱恩：“你选谁？”勒布莱恩咬着手指，显得有些为难。就在这时，莉亚微笑着走进来：“小姐，用餐时间到了。”勒布莱恩像是见到了救星，眼睛猛地亮了起来，他大声喊道：“莉亚！”他从公爵怀里挣脱，飞快地跑向莉亚，他一把抱住莉亚：“我最喜欢莉亚了。”莉亚有些惊喜：“我也最喜欢小姐了。”两人开心地牵着手转起了圈，留下一脸错愕的父子3人。伊萨克走在庭院的走廊上，满脸写着不可思议：“难道那小鬼比起我更喜欢那些佣人吗？”亨利若有所思：“这确实很奇怪，按理说不该如此。”伊萨克回忆着：“我给他蛋糕的时候，他明明说伊萨克哥哥最棒了，还夸蛋糕又甜又好吃。”亨利停下脚步，语气平淡地说道：“我只是随口一说。”伊萨克转过头：“不过那小鬼确实挺喜欢我的，每次见到我都会很高兴地打招呼。”亨利说道：“勒布莱恩见到别人时也很高兴啊。”伊萨克疑惑：“难道这说明他其实没那么喜欢我吗？”亨利轻声说道：“他可能确实喜欢你，但也许不是最喜欢。”伊萨克整个人瞬间消沉了下去。“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让那小鬼最喜欢我？”
亨利垂下眼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毕竟我曾经伤害过他，必须先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行。不远处的两家臣正在交谈，你买好儿童节的礼物了吗？玩具店里挤满了人，我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一个。伊萨克愣住了，儿童节？他转头看向亨利，哥哥，你也在想同样的事情吗？两人伸出手，这一次我们联手，首先把父亲大人排除在外。办公室内，行政官正向公爵汇报情况。根据情报员的消息，确实如此。公爵双手交叠，我明白了。行政官继续说道，结果就是那两位已经动身前往购物区了。他忍不住露出兴奋的神情，他们是去给小宝宝买玩具的。小姐看到那些礼物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公爵冷哼一声，语气中透着一丝不屑，真是短视。他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命令道，把玩具店买下来，去把购物区最大的那家玩具店买下来。行政官们绝望地捂住脸，原本以为今天能按时下班，结果却等来了这样的命令。就这样，行政官们再次坠入了文书工作的地狱之中。都伯雷德城堡矗立在阳光下，宏伟的尖顶直插云霄。勒布莱恩站在大厅的阴影处，看着众人忙碌的身影。他盯着那些面色如常的男人们，哪个罪犯会变成我的赏金？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正常，毕竟通缉犯也不会在额头上写着我是罪犯。他正思索着，突然察觉到身后有一股沉重的压迫感。勒布莱恩猛地转过头，一个男人俯视着他，是个小鬼。一个男人在一旁低声提醒，那是公爵大人最小的女儿勒布莱恩小姐。尤金将勒布莱恩抱在怀里，神情变得严肃，不只是个孩子。尤金低下头看向怀里的勒布莱恩，语气变得温柔，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勒布莱恩有些局促的回应，我已经背下了所有的信件，所以这里已经没有需要学习的东西了。尤金露出赞许的微笑，真是勤奋呢。他将勒布莱恩递给一旁的侍从，既然检查已经结束了，那就把书还给我吧。侍从一脸兴奋，勒布莱恩小姐现在就在我的怀里。两名年轻的行政官候选人在走廊边低声交谈，其中一人显得有些局促，我很紧张，那是尤金对吧？另一人点头回应，是的，他在皇宫任职时解决了北方的旱灾，还以史上最年轻的年纪加入了皇帝的情报局。我从没想过能亲眼见到他。他们说他是个冷酷无情的天才，没有血也没有泪。勒布莱恩单手托着下巴，陷入沉思。没有血泪吗？在我的印象里，尤金分明浑身都是血和泪。查理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就算他是尤金，现在也和我们一样，只是个见习教官。塞利亚严厉的呵斥，注意你的言辞。勒布莱恩小姐还在这里。查理笑嘻嘻地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都要发火，难道你是喜欢我吗？塞利亚怒吼，你疯了吗？雅各布站在一旁，神情呆滞地望着天花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勒布莱恩愣住了，那是诺克斯通口音。关于那个通缉犯，目前只有一个确定的事实，除了那3个人，这里没有其他人带有那种口音。勒布莱恩微微眯起眼睛，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罪犯就在那3个人当中。阳光透过高大的书架洒进室内，勒布莱恩坐在桌前，手中握着笔在纸上涂鸦。他们说那起案件是谋杀，受害者是一名贵族。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那起事件激怒了所有人，因为被杀害的贵族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那位贵族生前散尽家财，悉心照顾着那些被遗弃的老人、孩子以及残疾人。人们甚至开玩笑说，神殿之所以杀了他，是因为他一个人就做完了神殿所有的工作。整个帝国都为此愤怒不已。然而凶手却极其狡猾，始终没有落网。勒布莱恩趴在桌子上，都伯雷德究竟是怎么抓到那种家伙的？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叩门声，打扰了尤金大人，主人正在找您。尤金面容憔悴，眼底带着浓重的黑眼圈，看起来疲惫不堪。是关于那件事吗？勒布莱恩坐直了身体，好奇地重复道，那件事。尤金看向勒布莱恩，你有什么想要的玩具吗？勒布莱恩愣住，他的眼睛，他的神情简直像个活死人。伊萨克猛地踏入房间，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悦，搞什么？想要插队吗？亨利说道，看来公爵大人也在准备那个了。尤金直起身子，脸上挂起一抹职业化的微笑，谁知道呢？伊萨克气得直跺脚，是我们先准备的。尤金转头看向勒布莱恩，非常抱歉，勒布莱恩小姐，后天我们再继续下一堂课吧。勒布莱恩点了点头，好的。伊萨克看向亨利，这样不行，就今天吧。亨利点头回应道，同意。他低下头，神情变得专注而认真。勒布莱恩正发着呆，听到呼唤后抬起头，有些茫然地看着他。亨利的脸上浮现出温柔的微笑，今天我们要不要去购物区看看？勒布莱恩歪着脑袋，购物区吗？从昨天开始，周围的人都表现得都很奇怪。2名女仆凑在一起，小姐最喜欢什么样的玩具呢？我们只是好奇而已。不远处的2名侍从也在热烈地讨论着。你有没有拿过木剑？礼物这种东西，终究还是要实用的才好。勒布莱恩陷入了沉思。玩具礼物？他拖着下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明天是儿童节，这是我被领养后的第一个儿童节，难怪大家都在忙碌。伊萨克和亨利向他伸出手，快点走吧。勒布莱恩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等拿到玩具的时候，我应该表现得开心一点。他原本是这么想的。一名身材发福的店主张开双臂，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哎呀，欢迎光临，能接待如此尊贵的客人，真是荣幸。亨利神情冷淡地说道，带我们去位置上。店主连连点头，当然。勒布莱恩有些困惑地环顾四周，这里看起来并不像玩具店。他扯了扯伊萨克的衣角，这是什么地方？伊萨克微微侧过头，脸上浮现出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这里是奴隶拍卖行。